迪博亚皇家学院坐落在首都，然而唯独医学院建立在花之城塞拉皮亚，这里是医学之富加西亚的诞生地。卡西斯看着眼前的建筑说道：“作为大陆上最古老的医学院，这里的名声确实名不虚传。”老管家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确实如此。我们的医学院是大陆医学的摇篮，也是智慧的殿堂。看着这些古老的，卡西斯看着眼前的景象说道：“还有每栋建筑里那沉稳的学术氛围，我确实相信了。”艾琳停下脚步，一个声音传来：“扫帚星已经到了吗？”马克西疑惑地问道：“扫帚星啊，你是说铁臂吗？我还没见到他。”马克西继续问道：“为什么要问起铁臂？你找他有事吗？是毛茸茸的水母，还有那虚伪的海葵。”马克西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哈，我今天负责解剖课的准备工作。”另一名学生问道：“所谓的准备工作，是指在课前切开尸体的腹部，并取出器官吗？”马克西扶着桌子，光是想想就让我起鸡皮疙瘩。我听说以前这些活都是理发师干的，真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要让学生来做。你觉得随便什么人都能应付得了吗？想要代替教授切开大体老师，不仅需要顶尖的成绩，还需要卓越的外科手术技巧。具体来说，就是像我这样的学生。另一名学生回应道：“没错，你和另外一个人，也就是铁臂，你们是教授唯二信任并交付这项任务的人。”哈，技术好有什么用？那个人本身就很奇怪。艾琳推开门走进教室，马克西和同伴愣在原地，看着艾琳目不斜视地穿过长廊。艾琳没有理会，脚步声在空旷的教室内回荡。马克西站起身喊道：“喂，见到人至少该打个招呼吧？那种冷淡的态度是怎么回事？他总是表现的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一样。看这里，有人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起码该装作在听。”艾琳停下脚步，身体僵住，一个阴冷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：“跟我说话。”卡西斯低声的喃道：“你是我的。”艾琳猛地挥手甩开马克西，清脆的巴掌声在走廊里回荡。马克西捂着被打红的手背，愣在原地。艾琳沉默着，眼神中透出冷意。他转过身，快步走向教室深处。马克西看着他的背影，嘲讽道：“哈，你觉得自己有多高贵，连别人稍微碰一下都受不了吗？成绩优异，医术精湛又有什么用？一个厌恶人类触碰的医生。”艾琳看向前方，果然，腔肠动物是最差劲的。艾琳看着马克西，心中暗自想到：腔肠动物是原始生物，它们的排泄口和摄食口是不分的。换句话说，它们用嘴排泄。马克西摊开手说道：“我从没听过这么荒谬的事。你打算怎么治疗病人？”艾琳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又开始了。马克西继续说道：“就凭你这种没有感情的人，根本无法共情病人的痛苦。”艾琳冷冷地问道：“说完了吗？”马克西在身后喊道：“如果我们要选出一个伟大的医生，那个人一定是我，你应该很清楚这一点。”艾琳背对着马克西说道：“哦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。”马克西看着艾琳的背影，我说了这么多，你为什么不回答？他叹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教授说今天由你负责大体老师的解剖准备工作，有一位非常高贵的客人正在访问学校。”马克西走到艾琳身边，由于我要陪同教授接待客人，所以准备工作由你来处理。反正你也不擅长应付客人，这对你来说反而更好，不是吗？毕竟你喜欢切开别人的肚子。艾琳停下脚步，沉默了片刻，她轻声回应道：“我确实喜欢。”马克西愣住了，转过头看向他。艾琳转过身直视着马克西，马克西后退半步问道：“什么？”艾琳平静地重复道：“我说我喜欢。”马克西支支吾吾地回应道：“不，那个，我的意思是……”艾琳看着马克西的眼睛说道：“解剖尸体。”艾琳回头看向马克西说道：“至少比和你聊天更有趣。”他推开沉重的木门，走出了房间。马克西站在门后，气急败坏地大喊道：“艾琳！”艾琳没有回头，她独自走在空旷的长廊里。一名侍者推开沉重的木门说道：“大人，请进。按照您的要求，我已经召集了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。”卡西斯身着笔挺的军装制服，迈步走进大厅。随行人员高声宣布道：“卡西斯大公殿下驾到。”卡西斯神情冷峻，目光扫过在场众人。老管家介绍道：“这位是菲格拉斯教授，他是我们医学院培养出的最著名的学者。”菲格拉斯微微躬身行礼，神情谦卑。在他身边的是以优异成绩通过皇家医学考试的准毕业生们，他们都是前途无量的天才。马克西站在队列中，面带微笑。卡西斯主动伸出手说道：“很高兴见到你。”菲格拉斯看着那只伸向自己的手，他竟然先提出了握手。传闻难道是真的吗？迭戈，卡西斯大公，迪博亚王国的第3王子，他是位高权重的贵族，也是统领军队的总司令。在围绕着他的无数头衔中，流传着这样的传闻：他的性格如春天般温柔，他的包容心如海洋般深邃。世人皆赞颂这位帝国的明珠，说他从不吝啬那抹和煦的微笑，仿佛能消融世间一切严寒，将谦逊刻进了骨子里。尽管他是站在顶端的尊贵存在，却与那些傲慢的贵族不同，他更看重才华而非身份。这意味着，只要拥有足够的实力，就有机会成为大公殿下的亲信。菲格拉斯握住卡西斯的手，回应道：“能见到您是我的荣幸，殿下。”卡西斯挥了挥手说道：“那么，请各位坐下吧。”菲格拉斯教授清了清嗓子：“首先，我来介绍一下学生们。”他指向左侧，继续说道：“这位是马克西，洛萨诺伯爵的次子；这2位分别是莫雷奈子爵的3子大卫以及何塞。”卡西斯靠在椅背上，回应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老管家显得有些局促：“那个，殿下，我可以冒昧问一下吗？您此次亲自到访是为了什么原因？”卡西斯看着窗外说道：“我在寻找。”
他转过头寻找一位新的私人医生。老管家惊讶地重复道：“私人医生？”他犹豫着问道：“为了这件事，有必要让您亲自跑一趟吗？”卡西斯微笑着回应道：“当然，我现在的医生工作做得很好。是的，我很确定。”菲格拉斯教授低下头，避开了卡西斯的视线。菲格拉斯推了推眼镜，说道：“我曾是米格尔·弗里克的同学。”卡西斯回应道：“是吗？目前我的领地内正在发生局部战争，这都是因为阿尔巴野蛮王国的那个蜂王。”在阴暗的宫廷露台上，蜂王举着酒杯狂笑，脚下跪满了瑟瑟发抖的臣民。卡西斯继续说道：“为了阻挡阿尔巴的军队，我们每天都徘徊在生死边缘，战场上硝烟弥漫，士兵们挥舞长剑，激烈交锋，鲜血染红了军旗。”卡西斯垂下眼帘，但我现在的私人医生，他竟然为那些遭受重创、痛苦挣扎的士兵们祈祷，祝愿他们获得永恒的安息。你应该看看当时我那些士兵脸上的表情。我听说几年前医学院的研究方向发生了改变，你们开始系统的组织，并向学生传授外科手术。菲格拉斯笑着回应道：“当然，殿下，我们的医学院是大陆上最先进的学校。”马克西坐在一旁，不是内科医生，而是外科医生，而且还提到了军队。听起来他更想要一名军医，而不是私人医生。卡西斯继续说道：“如你所知，陛下非常担心我的安危。如果我身边能有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，是不是就能减轻陛下的忧虑？因此，我需要一名能随我一同前往战场的外科医生。”大厅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，茶几上的茶杯冒着热气。卡西斯抬起眼帘，这些学生中谁是成绩最优秀的毕业生？菲格拉斯立刻指向身边的马克西，回答道：“马克西·洛萨诺，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所有科目的学习。他是一位杰出的人才，以第2名的成绩通过了医学考试，不仅在内科和妇科方面表现卓越，在外科领域也拥有出色的技能。”卡西斯打断了他的话：“那么第1名在哪里？”他猛地放下手中的茶杯。“我记得我指示过要召集最优秀的学生。”菲格拉斯教授支支吾吾地回应道：“那个第1名正在解剖实验室。”艾琳正戴上乳白色的橡胶手套，神情专注地看着面前的解剖台。艾琳戴上手套，对手套的依赖如同第2层皮肤，她无法忍受皮肤与皮肤接触的感觉，那种柔软令人排斥的体温让她感到厌恶。海葵说的没错，他永远不会成为那种救人的医生。然而，艾琳收回目光，看着眼前的尸体说道：“仔细想想，你对我了解的意外的多，甚至连我的喜好都一清二楚。”艾琳站在解剖台前，看着台上的尸体说道：“我想我永远无法习惯这种味道。”她整理好白色的围裙，将解剖工具整齐地摆放在托盘中，发出一阵清脆的金属碰撞声。艾琳叹了口气，看着眼前的躯体，心想：虽然我很想进行一次完整的心脏切除术，但这是给后辈们准备的课程，我不应该再继续干涉了。她抬起手整理了一下口罩，那些外号就是因为这样才出现的吗？艾琳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称呼：女巫、死神、疯子。我得小心点，不能表现得太急切。她将双手进入水盆中，大多数外科医生在解剖后并不会洗手。艾琳看着盆中泛起的水花，事实上，在手术中沾满鲜血和污垢被视为一种荣誉的勋章，那是救人无数的证明。艾琳站在水盆前，仔细地清洗着双手，难怪他们嘲笑我有洁癖。她停下动作，听到身后传来细微的脚步声。艾琳警觉地看向一旁，那是谁？她转过身看向门口，现在还没到上课时间。一个声音低声念道：“艾琳，里奥斯。”艾琳疑惑地看向空荡荡的门口，房间里恢复了死寂，只有解剖台上的尸体静静地躺在那里。老管家环顾四周说道：“他似乎不在这里，我这就派人去搜寻。”艾琳戴着口罩，静静地站在石墙前。卡西斯看着艾琳问道：“请问是艾琳·里奥斯小姐吗？”艾琳看着眼前的男子，卡西斯微笑着再次确认：“你是艾琳·里奥斯小姐吗？”艾琳心中暗自想到：土豆，她看起来就像一颗削得干干净净的土豆。艾琳无奈地心想：不过总比枪长动物要好些吧。艾琳看着眼前的男人，但我还是不喜欢他。老管家急促地喊道：“艾琳，卡西斯大公在问你话呢，你为什么磨磨蹭蹭不回答？”艾琳看着老管家，心想：看他昨天和今天的样子，他真像一只河豚，一只系着花哨腰带的河豚。艾琳盯着老管家的腰带，他戴那个是为了提住裤子，还是为了提醒自己腰在哪？真是闪亮的刺眼。卡西斯大公伸出手说道：“很高兴见到你，里奥斯小姐。”艾琳沉默地看着那只手，老管家在一旁焦急地提醒：“艾琳，殿下在向你伸手示意。”艾琳提起裙摆，微微躬身行礼道：“向大公殿下致敬。”老管家在后面气愤地喊道：“太无礼了！”卡西斯转过身：“里奥斯小姐，我听过很多关于你的传闻。”艾琳静静地站着。卡西斯继续说道：“艾琳，里奥斯小姐是……”艾琳抬起手整理了一下口罩。关于我每次剖开尸体时都会抓着人心脏狂笑的传闻，那是假的。艾琳看着卡西斯，心想：刚才剖开腹部的时候，我一次也没笑过，而且这些尸体是在绞刑后送来的，在我动刀之前，心脏就已经停止跳动了。卡西斯思索着说道：“我听到的传闻是……”他笑了起来，继续说道：“你是医学院最优秀的毕业生。”艾琳愣了一下，卡西斯看着他说道：“我相信你在内科和外科领域都是班里表现最好的，而且我听说你在皇家医学考试中创下了卓越的记录，那是学院历史上最高的分数。”艾琳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卡西斯盯着他说道：“传闻还说你的手术技巧无人能及。”艾琳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卡西斯看着艾琳，心想他非常冷静，仿佛我只是在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。他突然注意到一旁的尸体，看向解剖台。
卡西斯看着尸体，心想，皮肤上的切口非常完美，骨头也是能切割得如此精准，真有意思。比起淑女，她看起来更像一只猫。卡西斯伸出手说道：“我目前需要一位擅长手术的私人医生，你愿意随我回领的吗？”卡西斯微笑着补充道：“当然，你应该没有理由拒绝我的邀。”艾琳回应道：“我拒绝。”卡西斯愣在原地，刚才听起来你好像说了我拒绝，也许是我听错了。老管家在一旁惊恐地心想：我刚才听到了什么？艾琳看着卡西斯回应道：“殿下的听力功能处于正常范围之内。”卡西斯笑了起来说道：“你甚至还没听我的条件，去看看内科吧。”艾琳摇了摇头回应道：“无论殿下提供什么样的条件，我都不能成为您的私人医生。”卡西斯问道：“那是为什么？”艾琳看着他说道：“因为我无法成为一名救人的医生。”卡西斯问道：“那么为什么你不能成为医生？”艾琳交叠着双手说道：“因为我讨厌人类。”艾琳转身离开。如果你随便抓一个路过的学生问问，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。你应该会听到很多关于我的传闻。艾琳走过卡西斯身边说道：“失礼了。”艾琳停下脚步说道：“哦，你应该去见见菲格拉斯教授。”随从疑惑地问道：“为什么我要见他？”艾琳看着他说道：“他是内科方面的权威，特别是呼吸系统疾病。”艾琳走向门口说道：“哮喘虽然无法根治，但他会知道缓解症状的方法。吸入蒸汽或许能提供暂时的缓解，但那终究只是权宜之计。”艾琳推门离开。卡西斯看向身边的随从问道：“你有哮喘吗？”随从愣在原地。“是的，我小时候患过哮喘，随着年龄增长，症状已经好转了，但在这种季节，偶尔还是会感到呼吸困难，不过还没到让人困扰的程度。”卡西斯抚摸着胸前的装饰，还没到让人困扰的程度吗？老管家在一旁擦着汗说道：“他的性格或许有些古怪，但医术确实无可挑剔。他理所当然是入学考试的第1名，而且以历史最高分通过了皇家医学考试。此外，他的五感比普通人敏锐得多。”老管家继续说道：“对于一名医生来说，尤其是在外科领域，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天赋了。”卡西斯陷入了沉默。赢得他人的好感对我来说从未有过难度。父母和兄弟姐妹对他宠爱有加，他在臣民的敬畏中长大。或许正因如此，这辈子对他而言就像一场拖得太久的无聊游戏。那是一场让他想要扔掉所有牌并大喊弃牌的枯燥游戏。然而讽刺的是，只有在死亡逼近眼前的时刻，他才觉得自己真正活着。鲜血溅落在他的脸上，然而那种感觉转瞬即逝，随之而来的又是无尽的倦怠。卡西斯骑在马上穿过街道，这场游戏注定在他扔掉手中的牌之前就会结束。他看着窗外，心想：今天本该只是那场无聊游戏的又一轮重复。艾琳站在他面前说道：“我拒绝。”卡西斯看着他，嘴角微微上扬。他低声说道：“有意思。”他注视着艾琳离去的方向，非常有意思。次日，罗德里伯爵府邸宴会厅内宾客云集，人们3、5成群的聚在一起，低声交谈着。罗德里伯爵看向身旁的卡西斯，问道：“大公阁下，您觉得这场宴会如何？”卡西斯端着酒杯回应道：“非常精彩，感谢您的热情款待。”罗德里伯爵笑着说道：“大公阁下亲临我的领地，我理应为您准备一场像样的欢迎仪式。”卡西斯站在宴会厅中，无论是宴会的规模、装潢，还是出席的宾客，与首都的宴会相比，这里都显得相当寒酸。身边的贵族们纷纷凑上前来：“能见到您真是荣幸，大公阁下。”卡西斯礼貌地应对着，内心却感到索然无味。果然如我所料，真的很无聊，还要在这里待多久？这时，罗德里伯爵在一旁介绍道：“大公阁下，这里是里奥斯男爵领。”卡西斯听到这个名字，里奥斯，他脑海中浮现出艾琳的身影。他是昨天那个女人的家人或亲戚吗？这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。卡西斯露出一丝笑意，想起以前询问路过的学生时，大多数人的回答都大同小异。一名学生回忆着说道：“艾琳，你是说那个冰人偶吗？”另一名学生接着说道：“你是说那个铁面具吧？别提了，他简直觉得碰一下别人就会死掉一样。他戴手套是因为不想接触人，但讽刺的是，他解剖尸体时却是赤手空拳。”又有一名学生说道：“你在打听那个拿刀的女人？我们曾在一个小组，她会像拆人偶一样，一个接一个的剖开尸体的肚子，真的很恐怖。”卡西斯听着这些评价，一个人竟然有这么多不同的绰号，听起来真让人不愉快。这时，里奥斯男爵带着女伴走上前来：“大公阁下，别来无恙。”卡西斯看向来人回应道：“啊，很高兴见到你。”里奥斯男爵向卡西斯介绍道：“我的女儿也在这里。”莱蒂，快向大公阁下问好。莱蒂提起裙摆行礼：“卡西斯大公阁下，久违了，能再次见到您是我的荣幸。2年前在首都的宴会上，我有幸见过您一面，您还记得吗？”卡西斯回应道：“是吗？竟然没能记住如此美丽的女士，看来是我失礼了。”莱蒂微笑着说道：“哦，请别这么说，当时向您问候的人一定非常多。”卡西斯注视着他说道：“这一次我不会忘记你了，里奥斯小姐。”莱蒂愣在原地。啊！卡西斯看向莱蒂问道：“里奥斯小姐，冒昧问一下，你认识艾琳·里奥斯吗？”莱蒂愣住了。艾琳·里奥斯？里奥斯男爵和夫人也露出了惊讶的神色。卡西斯接着说道：“如果你不认识她，那就当我没问，我只是觉得你们的姓氏一样，所以有些好奇。那么失陪了。”卡西斯转身准备离开，里奥斯男爵急忙追上前去说道：“她是我的女儿，艾琳是我的女儿。”卡西斯露出了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。哦，这可真是太有意思了。卡西斯看向男爵说道：“昨天我去了皇家医学院，在那里见到了艾琳·里奥斯小姐，她是代表医学院的优秀人才。男爵能有这样一位聪明睿智的女儿，一定感到很欣慰吧？”里奥斯男爵低声回应道：“
是的，卡西斯大公阁下。卡西斯转身准备离开，那么我先失陪了。他走出几步，突然停下脚步，叫住了对方。男爵，里奥斯男爵停下动作，转过身看向卡西斯。卡西斯微笑着问道：“近期我可以去拜访您的府邸吗？我想和男爵的所有家人聊聊。”他眼中闪过一丝兴味，这么有趣的事情，我可不能错过。嘿，扫帚！艾琳正坐在桌前翻阅书籍，马克西走到他身后，带着一丝嘲弄说道：“哼，终于肯看我了。”艾琳没有理会，马克西拔高了音量：“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扫帚，让你道歉。”艾琳依旧沉默不语。马克西被这无视的态度激怒，艾琳戴着口罩，冷冷地看向他，他随即恼羞成怒地喊道：“跟我说话的时候看着我！”不远处的学生们看着这一幕，他又开始了。马克西捂着额头，为什么每次见到他，我都会气得血脉奋张？马克西看向艾琳问道：“你拒绝了大公阁下的提议，这是真的吗？”艾琳坐在桌前，没有抬头。马克西追问道：“这肯定不是谎言吧？”艾琳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为什么要撒谎？我这辈子从未撒过一次谎。”马克西发出一声冷笑：“那么，在上一节课上？”教授摊开双手问道：“当我说如果有人觉得我的教学方法有问题就请举手时，你举手了对吗？”艾琳举起戴着白手套的手，面无表情地回应道：“我举手只是因为教授让我这么做。”他看向窗外，为了授课而故意折断青蛙的腿，这种行为太不人道了。马克西发出一声嗤笑，真没想到不人道这种词会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正常人听了都会吓跑吧。艾琳翻过一页书，说道：“如果他没让我们举手，我本来会保持沉默，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。但既然是教授让我们举手，那就意味着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改正，不是吗？”马克西无奈地回应道：“不，我听到了。”马克西叹了口气说道：“那只是让你闭嘴保持安静的意思。”艾琳露出困惑的神色问道：“让大家举手的指令怎么会变成让大家闭嘴的意思？难道学生和教授之间有什么我太愚笨而无法理解的默契吗？”马克西敲着桌面说道：“下次不管教授说什么，我都不会再多想了。”他转过头问道：“为什么卡西斯大公还没有联系我？他明明说过在寻找外科医生。”艾琳沉默不语。马克西看向他问道：“你不知道原因吗？”艾琳反问道：“那么你知道吗？”他合上手中的书。“是的。”马克西抬头问道：“原因是什么？”艾琳站起身：“大公阁下只对毕业生代表感兴趣。”马克西愣在原地，陷入了沉默。随后他猛地站起来喊道：“什么？你是说他没联系我，是因为我不是毕业生代表吗？”艾琳没有理会他的叫喊，抱着书径直走向门口。马克西在身后追问道：“喂，你要去哪？”艾琳走在走廊上，她真的很奇怪，既然总是对我发火，为什么每次都要先来找我说话？避开讨厌的人难道不是常识吗？艾琳停下脚步，上课时间我无能为力，但除此之外，我们最好还是不要经常见面。马克西愣住了，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是在叫我滚开吗？艾琳看着他回应道：“这怎么能算是叫你滚开呢？既然你无法理解我的话，看来你的大脑出了点问题，建议你立刻去找教授做个诊断。”马克西气得满脸通红，哈！既然你这么不想见到我，那该滚的人是你才对。他猛地转过身，一边走一边愤怒地吼道：“以后再也别跟我说话了！”艾琳抱着书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感到十分困惑。我只是在给他建议，他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？马克西将餐盘重重地放在桌上，在艾琳对面坐下，说道：“你应该像我一样均衡饮食，你的性格变成那样，就是因为你太挑食了。”艾琳看着正埋头大嚼的马克西，才过了半天，他就把自己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。他的大脑果然有问题，为了这家伙着想，要是能有一个专门研究大脑的外科部门就好了。艾琳走在学院的走廊上，菲格拉斯教授从后方走来，叫住了她：“里奥斯小姐，有一封从你家里寄来的特快信件，看起来事情很紧急，所以我特地来找你。我知道你不是在解剖室，就是在图书馆。那么祝你下午愉快。”艾琳接过信件，向教授点头致意。艾琳看着手中的信封，男爵家寄来的，会是什么事呢？走廊里的学生们看着他的背影，低声议论道：“竟然有人会给那个铁面具写信。”另一人回应道：“我刚才听说那是从他家里寄来的，她是男爵的女儿。说起来，她甚至在假期都留在学校里，即便回家也只待上3、4天就回来了。这很明显吧？看他那副总是冷冰冰的样子，那种性格，换做我是他的家人，恐怕也会讨厌他。”艾琳拆开信封，上面只有一行冰冷的命令：这周日下午3点前回家。艾琳看着信纸，陷入了沉默。艾琳停在宅邸门前，距离上次来到这里还没过去几个月。她打开怀表确认时间，随后敲响了大门。门内传来女仆的声音：“是谁？”女仆推开门，看到艾琳后愣在原地。艾琳开口说道：“我收到了父亲的信，所以过来了。”女仆侧过身子，示意道：“请先随我进来吧。”女仆在前方领路，并说道：“老爷现在就在绘图室。”艾琳有些意外地重复道：“绘图室？”她拎着手提包，跟随女仆向宅邸深处走去。艾琳停在一幅巨大的全家福画像前。艾琳看着画像，这里没有任何关于我的痕迹。一名画师正坐在画架前，手中拿着画笔，在画布上细致地涂抹着。艾琳站在画师身后，看着他将画中原本属于他的位置，用背景和色彩彻底覆盖。他轻声自语道：“就好像我从未存在过一样。”绘图室内传来父亲的声音：“进来吧。”艾琳推开门，房间里坐着他的家人们。父亲站在一旁，开口说道：“好久不见了。”艾琳看着他们：“好久不见。我明明比平时回来的更早，用这个词准确吗？还是说在普通人的标准里，这就算是很久了？”莱蒂看着艾琳，瞧瞧她那副样子，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，
甚至都不回应父亲的问候。不过也是，如果他能给别人一个热情的问候，也就不会是现在这种无可救药的情况了。父亲看向艾琳说道：“坐下。”艾琳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他走到沙发前坐下，父亲背对着他说道：“今天会有一位重要的客人到访。”宅邸内响起了清脆的门铃声，艾琳转过头看向门口，莱蒂坐在一旁观察着艾琳。他以前只要听到这个铃声，就会大发雷霆，不是吗？莱蒂收回目光，他一定已经到了。母亲握住姐姐的手，安慰道：“别担心，莱蒂，即便是在帝都那些名门闺秀中，我也从未见过比你更漂亮的孩子了。”莱蒂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母亲。”母亲转头看向坐在一旁的艾琳，况且这里不是还有一个能让你显得更加出众的人在吗？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管家在门后恭敬地禀报道：“老爷，卡西斯大公殿下已经到了。”房门被推开，一双黑色的皮靴迈进了房间。卡西斯迈步走进房间，感谢您的邀请，里奥斯男爵。里奥斯男爵躬身回应道：“不，大公殿下，这是我的荣幸。”艾琳注视着卡西斯，他看起来还是像个剥了皮的土豆，一个完美光滑的剥皮土豆，没有任何瑕疵。里奥斯男爵侧过身：“这是我的儿子，之前因为公务繁忙没能参加宴会。”卢卡斯上前一步：“我是卢卡斯，里奥斯，没能参加之前的宴会，真的很遗憾。能像这样见到您是我的荣幸，大公殿下。”卡西斯礼貌地回应道：“很高兴见到你。”莱蒂站起身，提起裙摆行礼道：“能再次见到您，真是太高兴了。”卡西斯大公殿下，卡西斯微笑着回应：“这是我的荣幸，里奥斯小姐。”卡西斯转过头，视线落在了后方的艾琳身上。啊，看来这里有2位里奥斯小姐。他看着艾琳，继续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称呼艾琳小姐为艾琳小姐吧。正如我所听到的，她是姐姐。”莱蒂脸色阴沉了下来，他竟然直接叫那个无可救药的家伙的名字。卡西斯迈步走向艾琳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他向艾琳伸出了手。卡西斯看着艾琳说道：“很高兴再次见到您，艾琳小姐。”艾琳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他看着卡西斯，他竟然用了高兴这个词。男爵看向众人说道：“既然已经互相打过招呼了，我建议大家坐下来轻松的聊聊。”莱蒂看向卡西斯问道：“殿下，您打算在塞拉皮亚待多久？”卡西斯靠在沙发上回答道：“这个嘛，我来的时候并没有固定的计划，但随着在这里住的越久，我发现这种宁静的景色能让心情平静下来。比起预期，我似乎变得非常喜欢这个村庄了。”莱蒂笑着附和道：“您说的对，没有比塞拉皮亚更平和的地方了。”卢卡斯看向卡西斯问道：“殿下，您喜欢钓鱼吗？附近有一条以钓资鱼闻名的河流，如果您有兴趣，我很荣幸能为您带路。”卡西斯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我和普通人一样喜欢钓鱼，不过我会考虑一下的。”卡西斯观察着在座的里奥斯一家，他在之前的宴会上就有所察觉，现在亲眼见到他们聚在一起，那种隔阂感更加清晰了。他看着艾琳与家人们坐在一起的画面，简直就像水和油一样格格不入。卡西斯回想起自己曾对男爵说的话：“我希望能与男爵家的所有成员交谈，所以能否请您邀请我前往里奥斯宅邸？”当时男爵显得有些意外，随后回应道：“好的，殿下。”男爵躬身行礼说道：“感谢您给我这样一个光荣的机会。”卡西斯接着问道：“那么里奥斯小姐也会出席吗？”男爵愣了一下，他看向身边的女儿，女儿脸上泛起红晕。男爵心想，传闻说大公是个花花公子，但现在看来，他似乎对我们的莱蒂一见钟情了。男爵笑着回应道：“那是当然。”卡西斯补充道：“啊，最好安排在周末，这样就不会和他的学业冲突了。”男爵疑惑地重复道：“学业？”他突然意识到不对劲，大公殿下所指的那个人，难道不是莱蒂，而是……男爵看向卡西斯说道：“如果您是指艾琳，那个孩子在整个学期期间都不会回家。”卡西斯停下脚步：“是这样吗？那真是太遗憾了。既然如此，我想我们必须取消这次邀请了。”莱蒂咬紧牙关，脸色变得十分难看。男爵急忙回应道：“我会叫艾琳回来的，殿下，只要我寄出一封信，他马上就会跑回来的。”卡西斯背对着他们上钩了。男爵大声喊道：“莱蒂！”卡西斯微笑着说道：“很好，那么我们就在约定的日子再见。”男爵躬身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明白了，殿下。”卡西斯正准备离开，一名宾客走上前低声说道：“请留步，殿下，关于艾琳小姐有一个传闻，您知道吗？传闻说她是男爵在外面生的私生女，您看那是男爵的孩子们。卢卡斯10岁，莱蒂5岁的时候。”宾客继续在卡西斯耳边低语，一个8岁的女儿突然出现在他们之间。男爵从未带艾琳小姐参加过礼拜或宴会，奇怪的是，在把艾琳小姐带回家后不久，里奥斯男爵就买下了一座牧场。正因如此，关于艾琳小姐的谣言曾一度传得沸沸扬扬，人们声称男爵本人的财产根本负担不起那座牧场，推测那是他的生母留下的遗产，或是类似的东西。宾客叹了口气说道：“不过现在，甚至连艾琳这个名字都快被彻底遗忘了。”卡西斯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对面的艾琳，她确实和这个家里的任何人都没有相似之处。卡西斯心想：男爵的私生女吗？我很好奇。艾琳静静地坐着，与身边的家人保持着微妙的距离。侍女推着餐车走近，莱蒂说道：“让开，我来倒茶。”他端起茶壶，看向坐在一旁的卡西斯，说道：“殿下，为了您的到访，我特意准备了稀有的混合茶。”他一边倒茶一边继续说道：“我相信这一定会让您满意的，殿下。”茶水突然溅出，洒在了卡西斯的军装袖口上。卡西斯看着被弄脏的制服，茶水顺着布料滴落，莱蒂僵在原地。房间内的气氛瞬间凝固。随从看向卡西斯问道：“殿下，您没事吧？”卡西斯没有回应，他端起另一杯茶轻抿一口，这茶的味道非常迷人。
莱蒂低声回应道：“这是我的荣幸，殿下，请原谅我的笨拙。”卡西斯放下茶杯说道：“里奥斯小姐，你的热情溢出来了，没必要如此郑重的道歉。我的手指原本有些冰冷，但你的茶给了我温暖的欢迎。”莱蒂露出微笑回应道：“感谢您的仁慈，殿下。”他看着卡西斯，心中暗自感叹，传闻果然是真的，公爵大人与其他贵族完全不同。通常到了明天的这个时候，莱蒂心中暗自思忖，整个首都的闲杂人等恐怕都会议论我刚才那场尴尬的失误。他转头看向正优雅品茶的卡西斯，但与那些长舌妇相比，公爵大人真是太完美了。莱蒂陷入了幻想，若是能在他身边待上一天，简直就像做梦一样。我只能想象他会如何温柔地对待所爱之人。他收回思绪，看着屋内的气氛逐渐缓和，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。莱蒂将茶杯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姐姐，这是您的茶。”他盯着杯中晃动的茶水，倒影中的自己显得有些局促。卡西斯坐在一旁，他盯着那只杯子的眼神，简直像是在看毒药。卢卡斯看向卡西斯说道：“殿下，我听过无数关于您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事迹，德沃王国的每一位公民都仰慕您的强大。您就是北方的盾牌，不是吗？如果有机会，我将荣幸的在边境听从您的指挥。”卡西斯喝了一口茶：“你刚才不是还在跟我谈论你的商业投资吗？”卢卡斯尴尬地回应道：“啊，关于那个，比起利润，作为一名忠诚的臣民，我更愿意为了我们的国家献出生命。”卡西斯看着眼前夸夸其谈的男人，心中感到一阵厌倦。这种满口忠诚却在步兵团待不过一天的人，总是让他疲于应对。他垂下眼帘，发出一声轻叹：“艾琳小姐。”艾琳静静地坐着，没有立刻回应。卡西斯继续说道：“虽然医学院在10年前就对女性开放了，但环境依然非常传统。我想这一路走来一定很不容易，所以你能以第1名的成绩毕业，确实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。”莱蒂见艾琳没有反应，低声提醒道：“公爵大人不是在跟你说话吗？”卡西斯看着沉默的艾琳说道：“没关系，看来伊琳小姐觉得我的存在有些乏味，也许正因如此，她才拒绝了担任我私人医生的请求。”里奥斯男爵猛地挺直脊背：“您在说什么？”卡西斯看着里奥斯男爵说道：“哦，看来伊琳小姐还没向家里人提起过这件事。”里奥斯男爵满脸不可置信地回应道：“让艾琳当您的医生，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，她根本没有那种才华。”卡西斯露出一丝冷笑：“如果连在皇家医学院考试中排名第1的学生都缺乏才华，那么究竟谁才有资格胜任这个职位？”里奥斯男爵僵在原地，心中惊骇不已。第1名，他什么时候做到的？不，先不管那个，殿下为什么会想要他当私人医生？他转头看向艾琳问道：“这难道是真的吗？”艾琳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是真的，我确实拿了考试的第1名，并且拒绝了殿下的提议。”莱蒂震惊地看着艾琳，简直不敢相信，他竟然拒绝了公爵大人的邀请。莱蒂看向卡西斯说道：“那个，殿下，我姐姐拒绝您的时候，一定是判断失误了。我希望您宽宏大量，不要计较她的失礼。”卡西斯反问答：“判断失误？你是这么认为的？”莱蒂掩嘴轻笑：“说实话，我姐姐她社交能力有点缺陷。”卡西斯交叠着双手：“在哪方面？”里奥斯夫人坐在一旁：“艾琳这孩子是个很难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女孩。”里奥斯夫人掩面叹息：“我们从小就尝试过各种方法，想帮她，但她那刻薄的性子实在没法改，所以即便到了这个年纪，她依然像个透明人一样。这对家族来说真是个沉重的负担。”艾琳静静地坐在一旁，听着这些话语。为什么我要坐在这里听这些？听着这些谎言被当作事实一样说出来。卡西斯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，原本以为让他的家人在场会让事情变得简单些，但为什么一切都感觉如此糟糕？这种感觉真是令人作呕。卡西斯开口说道：“里奥斯男爵夫人。”里奥斯夫人立刻恭敬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殿下。”卡西斯站起身说道：“我所寻求的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，而不是一位在舞会上左右逢源的名媛。我不需要那种整天担心弄脏丝绸长裙的娇弱小姐，我需要的是一位不惧鲜血，能够治愈我士兵伤口的医生。如果艾琳小姐能在前线拯救生命，那么她是否擅长社交，对我来说根本无关紧要。况且我身边已经围绕着足够多的鲜花了，如果再奢求更多，未免也太贪心了。”莱蒂将坐在原位，他回想起在之前的皇家舞会上，成百上千的人都渴望得到卡西斯的关注，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女性。莱蒂死死抓着自己的裙摆，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。那时候的我不过是人群中一张模糊的面孔，即便刚才见面时，他也完全没有认出我。他坐在沙发上，双手死死抓着裙摆，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，一言不发。艾琳坐在一旁，看着正在品茶的卡西斯。过去的我总觉得自己像一颗微不足道、毫不起眼的碎石，但现在我感觉自己变得真实了一些。艾琳看着他的侧脸，原来我的性格，即便像现在这样，也是可以被接受的。这一生，我总是被告知自己是残缺的。他站在宴会厅的角落，看着贵族们互相交际，同桌进餐，为了那些并不好笑的事情，虚伪的发笑。他独自走在空旷的长廊，这些事情我从来都做不好。艾琳收回视线，但卡西斯说我对他有用。卡西斯坐在一旁，艾琳看向他，因为我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。卡西斯坐在沙发上，艾琳坐在他的对面，中间隔着一张长桌，大门在身后重重关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艾琳拎着沉重的行李箱走在庭院里，早知道这么快就要离开，就不该费劲把这些行李带过来。他停下脚步，回头望向那座宏伟的宅邸，陷入了沉默。莱蒂走上前问道：“你该不会真的在考虑公爵大人的提议吧？他之所以邀请你，只是因为他还不了解你，在社交上是多么一团糟。”
莱蒂挡在艾琳面前，继续说道：“快把那个念头从你脑子里赶出去，你只会让他丢脸。就凭你也想当皇家医生？”莱蒂冷笑着说道：“那真是我听过最荒谬的事情。”艾琳背对着他，没关系。卡西斯站在马车旁喊道：“艾琳小姐。”艾琳停下脚步，转过头看向声音来源。卡西斯站在华丽的马车边说道：“请允许我送你回皇家医学院。”艾琳看着卡西斯，他应该早就离开了，为什么还站在这里？艾琳回应道：“那就不必了。”卡西斯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丝笑意。微风虽然有些凉意，但确实是个适合散步的好下午。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？艾琳拎着沉重的行李箱，停下脚步看向他。卡西斯走在街道上，说道：“说实话，散步的时候，同伴确实比天气更重要。感谢你给我这个荣幸，艾琳小姐。”艾琳提着手提箱走在里侧，卡西斯走在外侧，两人保持着一段距离。卡西斯继续说道：“这个时间点，女仆们通常会把洗碗水从窗户泼出来。”艾琳问道：“所以这就是你让我走在里侧的原因吗？”卡西斯回应道：“我曾读过一篇文章，首都每年至少发生1203起马车事故，其中有489起涉及马车撞击行人。如果按同样的比例应用到特拉皮亚的人口，每年会发生401起马车事故，其中163起涉及行人。换句话说，每3天就会有一辆马车撞到行人。”艾琳继续向前走着，卡西斯说道：“我可不想成为这种不幸事故的主角。”艾琳停下脚步，问道：“你是说因为害怕被马车撞到，所以才把我推向马路那一侧吗？”卡西斯笑着说道：“被马车撞到，可比被泼洗碗水严重的多。”艾琳问道：“所以你觉得我被马车撞到也没关系吗？”卡西斯停下脚步，转头看向艾琳。卡西斯继续说道：“根据统计数据，男性行人的受伤程度普遍低于妇女和儿童。”艾琳反问道：“你说的低于，是指他们还是会受伤的意思吗？”卡西斯转头对身后的随从说道：“哈维尔，到我身边来。”哈维尔默默走上前，卡西斯向艾琳伸出手说道：“把包给我吧，我来帮你提。”艾琳愣了一下，问道：“请问你说什么？”卡西斯理所当然地说道：“这是我的包，理应由我自己来提，这不是绅士的职责吗？”艾琳拒绝道：“没关系，我会提好自己的行李。”他紧紧抓着手提箱的把手，继续向前走去，心里想着，就连家里的女仆也从来没帮我提过包。卡西斯看着艾琳走远的背影，沉默着跟了上去。卡西斯陷入沉思，每周10金币的薪水，每月增加1%，你觉得这个提议怎么样？艾琳停下脚步，露出疑惑的神情。卡西斯继续说道：“比起我现在的医生米克尔、弗利奇爵士，这些条件相当有竞争力，在整个大陆上，任何一个即将从学院毕业的医生都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待遇了。”艾琳沉默片刻说道：“殿下，请问你最近头部受过伤吗？”卡西斯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艾琳继续说道：“比起普通人，你的记忆力似乎有些欠缺。”卡西斯反问道：“我的记忆力欠缺？”艾琳回应道：“我在4天前就已经拒绝过你的提议了，但你似乎已经忘记了。”没关系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长处。艾琳闭上眼睛说道：“人们通常称呼我为屠夫、铁臂或者女巫，但在解剖课上，很多学生都想和我分在同一组。”艾琳看向卡西斯说道：“所以没必要为你的记性不好而感到失望，你完全可以用其他的长处来弥补。”卡西斯停下脚步，发出一声轻笑：“你这是在试图安慰我吗？”艾琳没有回头。卡西斯继续说道：“我清楚的记得你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，艾琳小姐，你说你无法成为一名救治活人的医生。”夕阳挂在远处的屋顶上，卡西斯迈步跟了上去。“我并不会因为被拒绝就轻易放弃。”艾琳环顾四周说道。“即便如此，重复同样的提议似乎效率很低。”卡西斯回应道：“说实话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拒绝，多亏了你，艾琳小姐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竟然有如此执着的一面。”艾琳提着手提箱走在台阶上，说道：“我想那是有可能的。”卡西斯突然停下脚步，发出一声疑惑的轻叹：“你刚才不是因为担心马车才选择走在里侧吗？但是前面似乎有一只凶猛的……”前方传来一阵狂暴的犬吠声，一只巨大的黑狗正张着血盆大口，疯狂的挣扎咆哮。哈维尔迅速挡在卡西斯和艾琳身前，反手拔出腰间的短刀。黑狗剧烈的拉扯着锁链，拴在土里的木桩摇摇欲坠。卡西斯看着前方说道：“看起来会扑向任何人的恶犬，那根木桩看起来随时都会被拔出来。”卡西斯忍不住笑出声来，真有意思，我的人生中什么时候有过这么有趣的时刻？他看着艾琳远去的背影，我从未见过如此独特的女人，她是第一个敢对我表现得如此冷淡的人。卡西斯心想，如果那双平静的眼睛里泛起涟漪，会发生什么呢？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把她带回诺特。谁知道呢？也许我会想把这个无聊的游戏继续玩下去。哈维尔收起短刀说道：“好吧，我们走。”艾琳小姐，卡西斯笑着看向艾琳说道：“担心马车事故，又为了避开恶犬而绕路，看来你的性格相当胆小呢。”艾琳回应道：“我不胆小。”卡西斯思索着说道：“不过考虑到你解剖过尸体，也许你确实不胆小。”艾琳看向前方说道：“我只是不想死。”卡西斯停下脚步：“你不想死？”艾琳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想活下去，我想活很久很久。”两人并肩走在夕阳余晖下的街道上。哈维尔走上前说道：“殿下。”卡西斯沉默着。哈维尔跟在身后说道：“我们已经走了2个小时了，但学校还是看不见踪影。”卡西斯看着前方：“如果你现在是走回去，那就意味着今天早上也是这样。”卡西斯看着艾琳提着沉重的手提箱，她明明是男爵的女儿，却因为我的缘故，在没有马车的情况下走了这么远的路。卡西斯看向艾琳说道：“
我真的很想让你看看我的领地，诺特，那里比这里温暖得多。艾琳停下脚步。诺特位于王国的最北端，平均气温是15度。我曾在百科全书上读到过，这里的冬天会降到-20度，而特拉皮亚的平均气温是20度，即使在隆冬，也很少降到-10度以下。哈，维尔默默跟在两人身后。卡西斯问道：“你很喜欢测量温度吗？”客观来说，特拉皮亚确实比诺特更温暖，但我想表达的是，主观上，诺特比特拉皮亚更温暖。艾琳停下脚步。温度也可以被主观测量吗？卡西斯解释道：“我指的不是气温，而是那里的人。在诺特边境，阿尔瓦王国是共同的敌人，这种外部压力让盟友们紧密团结在一起，所以领地里的居民并不冷漠。事实上，他们比这里的人要单纯善良得多。”卡西斯注视着艾琳说道：“艾琳小姐，我期待着你来到我领地的那一天。”艾琳转过身，继续向前走去。无法进行客观比较的事物，很可能只是无法证实的假设。普通人真的能主观测量温度吗？艾琳突然停下脚步，两人已经走到了学校门口，一名老者正站在铁门边准备锁门。艾琳小姐，我记得你申请了外宿假，没想到这么早就回来了。老者走进机部问道：“你吃过饭了吗？”宿舍的晚餐时间已经过了。艾琳回应道：“我没事。”艾琳对老者说道：“好的，祝您有个宁静的夜晚。”卡西斯看着艾琳走进校门，随后转身离开。马克西走上前问道：“你不是说要回家吗？但是你为什么会和卡西斯大公一起回来？难道你拒绝大公提议的事情是谎言吗？那么你打算去他的领地吗？你自己也说过，我无法成为一名医生。没错，你确实当不了医生，所以别再梦想着能得到大公随行医生的职位了。”艾琳平静地说道。“我很清楚。”他继续说道，“我将无法成为任何角色。”马克西愣在原地。“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！”马克西喊道。“喂，扫帚！”艾琳停下脚步，一个纸包朝他飞了过来，他伸手接住。马克西转过身说道：“这些是剩下的，所以给你了。可不是因为我觉得你会回来才特意留下的，扔掉也是浪费。”马克西快步离开。艾琳看着土豆，心想：是土豆啊，正好从中午开始就一直饿着肚子。她剥开皮咬了一口，比想象中要好吃。艾琳独自走在校园的石板路上，即便如此，土豆终究只是土豆，完全没法和红薯相比。夜色渐浓，卡西斯站在校门外，望着艾琳离去的方向，沉默不语。看来我真的很想带走一名医生。哈维尔在一旁问道：“请问你说什么？”卡西斯回应道：“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吗？”卡西斯闭上眼睛，或许我也想活下去。卡西斯转过身，晚风卷起地上的枯叶，从他身边掠过。他站在校门外，望着艾琳消失的方向。我想活下去，活很久很久。第二天，教授坐在办公桌后，看着手中的文件，对艾琳说道：“毕业后，你要不要留在学校，担任解剖学教授的助手？好好考虑一下，毕竟依琳小姐你的解剖技术不亚于任何外科医生。”艾琳站在桌前回应道：“教授，您过奖了。那么，这就是全部的事情了吗？”教授推了推眼镜：“你听见我刚才说的话了吗？”艾琳点了点头，回答道：“是的。您让我仔细考虑您的提议，我会照做的。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告辞了。”教授冷哼一声，看着艾琳转身离开。艾琳走出办公室。“解剖助手吗？”那些刺耳的声音再次在脑海中回荡。“你该不会真的想成为殿下的私人医生吧？”“没错，你不可能成为医生的。”艾琳低声自语。“那我能成为什么？”她不想回到男爵领地，在那里，她只是个局外人。每当有客人来访，她就不得不躲进阁楼，习惯被屋子里的每一个人当成幽灵对待。学校的生活虽然没有太大差别，但至少无论是被叫做扫帚饼、屠夫还是死神，艾琳这个名字依然存在。没错，我想这总比回到男爵领的要好。艾琳脚下一滑，身体失去平衡。啊！就在艾琳即将摔倒时，卡西斯将她稳稳扶住。“你没事吧，艾琳小姐？”艾琳站稳后看向卡西斯。卡西斯松开手说道：“我知道你讨厌肢体接触，但刚才那是不可避免的，希望你能理解。”艾琳看着卡西斯，沉默不语。艾琳突然伸手推开了卡西斯。卡西斯看着艾琳跑开的身影，陷入了沉默。卡西斯看着艾琳的反应，与其说是讨厌，倒不如说是恐惧。艾琳平复着呼吸：“卡西斯殿下。”卡西斯举起双手：“很高兴你平安无事。如果我没能及时接住你，后果就严重了。”艾琳看着他，陷入了回忆。在此之前，几乎没有人懂得在什么时候该松手。那些发现他讨厌肢体接触的人，反而会变本加厉地触碰他的东西，或是强行抓住他的手，甚至有人从背后按住他的肩膀，笑着对他说道：“这是冲击疗法，以后你会感谢我的。”直到有一次，艾琳在恶作剧中晕倒，那些学生才终于停止了这种行为。艾琳收回思绪：“谢谢您。”卡西斯看着他说道：“你要走了吗？”艾琳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我现在得走了。”卡西斯看着艾琳匆忙的样子说道：“看你这么着急，一定很忙吧？”艾琳转过身：“这周末之前我必须搬出宿舍，所以得赶快回去收拾行李。相比之下，殿下您看起来倒是很清闲。”卡西斯看着艾琳，心想他这话是否有别的深意，但看艾琳的神情，似乎只是单纯的好奇，不像那些说话总是绕圈子的贵族。艾琳看着卡西斯，露出疑惑的神情。卡西斯笑着说道：“我是为了达成目标才来到这里的，不是吗？等我回去的那天，我会带上你一起。”艾琳小姐，卡西斯指了指自己的额头说道：“我的记忆力很好，所以不用担心。”两人并肩走在校园里。卡西斯问道：“离开宿舍后，你打算做什么？要回家吗？”艾琳沉默了。回到男爵领地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，接受教授的提议似乎是目前最好的选择。除此之外，难道还有别的路吗？
或者说他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卡西斯侧过头看向艾琳说道：“我的领地里有你想要的一切。”艾琳重复道：“我想要的一切。”卡西斯微笑着看向前方：“你并不是个坏人，只要我尊重你的界限，我们就能相处得很好。你其实意外地好对付，虽然你自己没察觉，但每当你看到红薯，眼睛就会发亮，甚至会偷偷多拿2勺红薯沙拉。如果有人愿意把红薯分给你，你甚至会更愿意帮对方的忙。”艾琳听着他的话，露出意外的神情。卡西斯收起笑意：“我的领地里有等待治疗的伤兵，有金钱，有名誉，当然还有能让你从想要逃离的一切中获得自由。”卡西斯从随从手中接过一个纸袋，递到艾琳面前，说道：“这是一份礼物。”艾琳看着递过来的纸袋，那是红薯吗？卡西斯轻咳一声，解释道：“这是用红薯做的蛋糕。我赞助的伯爵府厨师很擅长做蛋糕，这让我想到了你，艾琳小姐。”艾琳盯着纸袋，没有说话。卡西斯补充道：“这只是个礼物，请收下吧。我并不是想用一块蛋糕来动摇你的决定。”艾琳接过纸袋，说道：“好吧。”卡西斯看着艾琳收下礼物，心想她果然很喜欢红薯。艾琳抱着纸袋低声呢喃：“红薯蛋糕。”卡西斯走在艾琳身边问道：“你知道诺特领地是以红薯闻名的吗？”艾琳疑惑地看向他，通常寒冷地区盛产的是土豆，而不是红薯，而且我讨厌土豆。卡西斯看着艾琳，那是因为你只听了一半的故事。艾琳抱着纸袋问道：“我只听了一半的故事。”卡西斯看向前方解释道：“诺特领地确实位于王国的最北端，但那只是王国的北端，并不是整个大陆的北端。”艾琳露出惊讶的神情。卡西斯继续说道：“此外，那里常年战火不断，环境并不适合种植小麦，所以你觉得人们会改种什么作物？”艾琳思考着回答道：“救济作物吗？”卡西斯点头说道：“没错，诺特领地不仅以土豆闻名，更以红薯著称。许多用小麦制作的菜肴，在那里都可以用红薯来代替。”卡西斯笑着问道：“怎么样？这难道没让你产生想去诺特领地的念头吗？”这时，远处传来一个轻佻的声音：“嘿，扫帚饼！”马克西走上前来，先是对着卡西斯行礼道：“向您致意，卡西斯大公殿下。”卡西斯看着艾琳，心想他专注的时候，倒是很懂得如何得体的行礼。马克西转向艾琳问道：“我听说菲格拉斯教授邀请你担任解剖学助手的职位，你打算接受吗？”艾琳有些诧异，自己才刚听说这件事，他怎么会知道？教授让我仔细考虑，所以我还在想。马克西嘲讽道：“这可是个能让你解剖所有你喜欢的尸体的好机会，还有什么好考虑的？”艾琳停下脚步：“我不喜欢解剖尸体。”马克西看着艾琳说道：“如果你连这都不喜欢，那我想这世界上恐怕没有你真正喜欢的东西了。”对于艾琳来说，需要通过与病人交流来诊断的内科并不适合她。相比之下，外科让她感到更轻松，因为伤口是肉眼可见的，她不必去猜测病人的出血点到底在哪里。而比外科更让她感到舒适的是解剖学，原因只有一个，因为尸体不会说话。面对冰冷的躯体，她不需要浪费多余的情感，只需要专注于自己的工作。艾琳看向马克西说道：“我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喜欢他。”马克西反驳道：“但这依然是你最擅长的事，不是吗？所以快点去告诉教授，你接受他的提议吧。”卡西斯站在一旁看着两人争论。卡西斯看着马克西说道：“看来我们的第2名是想抢走第1名的位置啊！”马克西猛地转过头，一脸惊愕地看向卡西斯。卡西斯迈步走近：“事实并非如此吧？你其实是在焦虑，担心艾琳小姐会拒绝教授的提议。”卡西斯盯着他问道：“难道不是吗？”马克西被卡西斯的气势压制，他竟然称呼她为艾琳小姐。马克西慌忙辩解道：“殿下，您似乎误会了，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。而且，扫帚饼不，艾琳显然更适合担任解剖学助手，而不是去做什么私人医生。”卡西斯冷笑一声：“更适合？你是这么认为的吗？”卡西斯心中有些不悦，他这种仿佛洞察一切的说话方式，真是让人火大。马克西见状，急忙转向艾琳解释道：“不，我只是在为你着想，这完全是为了你的利益。只是……”马克西心中一阵慌乱，我为什么要找借口？他根本不在乎这些。卡西斯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意，即便艾琳小姐拒绝了我的邀请，马克西先生，你最好也别指望那个机会会落在你头上。我只对第1名感兴趣。马克西脸色涨红，咬紧牙关低下了头。我先告辞了。卡西斯叫住了正要离开的马克西。啊，还有一件事。卡西斯看向身旁的艾琳，扫帚饼，我可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扫帚饼。祸从口出，你最好谨言慎行。我们可不希望皇家医学院的第2名遭遇什么不幸，不是吗？马克西脸色惨白。卡西斯逼问道：“回答我。”马克西低声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卡西斯转过头看向艾琳：“我说的对吗，艾琳小姐？”艾琳并没有回应。卡西斯看着空荡荡的身侧，我一转头，他就消失了。走廊里一片寂静，艾琳站在水盆前清洗着双手。这里真的很不错，非常安静。她看向解剖台上冰冷的尸体。即便如此，我想直到毕业那天，我也无法习惯这种尸体腐烂的味道。不过过一会儿就会好些了。一旦恶臭淡去并超过某个临界点，我就会觉得人的心大概也是相似的。当痛苦和折磨持续太久，艾琳停下脚步，或许在某个时刻，你甚至无法再察觉到伤痛。她低头看着解剖台上的死者，或者谁知道呢？也许我已经和这具尸体一样，内心早已空无一物。艾琳伸手拿起托盘里的手术剪，无论内脏是在体内还是体外，一旦进了坟墓，腐烂的结果都是一样的。马克西看向正在擦手的艾琳说道：“嘿，扫帚，分一半你对死人的关注给活人吧，好吗？我们的衣服、宿舍费，为什么我们的待遇比尸体还差？”艾琳继续手里的动作，回
回应道：“因为死人不会说话。”马克西停下动作，问道：“什么？你是说我话太多了吗？听的人还以为我多想找你聊天呢。除了我，谁还会费劲跟你说话？”艾琳转过身说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死人不会说话，所以他们甚至没法要求别人把肚子缝好。在名为课程的名义下，死者的身体支离破碎地散落在桌上。无论他们生前是怎样的罪犯，我觉得对于这些将身体献给学生的人，至少应该给予最低限度的尊重。所以下课后，我总是留下来把尸体重新整理好。但现在再也没有人会去收拾他们了，除非我接受教授的提议。问题是，助教并不提供宿舍，我没有多余的钱。如果去找寄宿公寓，就不得不去和男爵夫人谈谈。”男爵夫人握紧手中的扇子，说道：“你知道每个月以你的名义花了多少钱吗？你表现的就像你的衣服、宿舍费还有伙食费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。无论你多么厚颜无耻，我都没料到你竟然如此不知好歹，完全不感激你所受到的恩惠。”艾琳戴着防疫面罩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：“好吧，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，目前只能先专注于这具尸体。”艾琳挪动脚步，经过深思熟虑，我决定接受菲格拉斯教授的提议。卡西斯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既然如此，你以后就不必再来这里了。”艾琳微微躬身说道：“公爵大人。”艾琳重新回到解剖台前，卡西斯走到他身边，问道：“不过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”艾琳继续处理台上的尸体。卡西斯看着他的背影，心想：果然，一旦他集中注意力，就不会有任何回应。从我第一次见到他时，我就在想了，这种水准绝非仅凭天赋就能达到，而是背后无数小时练习的结果。我之所以一直想带走这个女人，难道仅仅是因为她的医术吗？不，还有其他原因。为什么她如此渴望活着？究竟是什么让她对生命如此执着？艾琳那双平时看起来冷淡平庸的眼睛里，此刻闪烁着求生的火花。她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，独自处理着眼前的一切。那种老练而沉稳的姿态。卡西斯看着他，每一个特质都让我心中萌生出一个贪婪的念头。我必须带他走。艾琳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卡西斯站在一旁，低声自语：“贪婪。”卡西斯嘴角微微上扬，这真是一种陌生的感觉。仔细想来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认真观察他裸露的双手。不同于那些养尊处优、指尖柔软丰满的贵族小姐，她的手指修长而纤细，在空中划出轻盈纯净的弧线，简直像是在跳舞。如果那双手能动得再慢一点……卡西斯看着艾琳专注的神情，喉结微微滚动。艾琳长舒了一口气，卡西斯猛地回过神来，下意识地避开了视线。卡西斯低声感叹道：“哎呀！”他再次看向艾琳：“你指尖的皮肤都裂开了。”艾琳看着自己皲裂的手指，解剖室里不可能有热水，只能忍耐了。她伸手在器械盘里翻找，金属碰撞发出细碎的声响。艾琳拿着剪刀继续缝合，动作利落而精准。卡西斯突然靠近，艾琳惊愕地转过头。卡西斯微笑着问道：“是不是该结束了？”艾琳看向托盘，另一把剪刀不见了。她四处张望，到处都找不到。卡西斯伸出手，指尖勾着那把失踪的剪刀。艾琳陷入了沉默。卡西斯将剪刀递向她，艾琳迟疑着伸手去接那把剪刀。卡西斯拿着剪刀看着艾琳，心想，感觉像在面对一只警惕的小猫。卡西斯继续在心里盘算，只要我开口或者靠近，他就会立刻逃跑吧。现在需要耐心等待，不过这种感觉也不坏。艾琳低头看向手术刀和剪刀，她伸手拿起了那把剪刀。艾琳看向卡西斯说道：“谢谢。”卡西斯正要回应，艾琳却在接过剪刀的一瞬间发出了惊呼：“啊！”艾琳在接过剪刀时，锋利的刃口划破了卡西斯的手掌，剪刀掉落在地，发出清脆的撞击声。艾琳迅速后退，解开围裙，擦拭着手上的血迹，快步走向门口。哈维尔急忙冲上前喊道：“公爵大人，您没事吧？”卡西斯看着自己流血的手掌，沉默不语。哈维尔焦急地说道：“我马上叫菲格拉斯教授过来。不，还是去请院长。”卡西斯停下脚步，没关系，这点小伤没必要大动干戈。哈维尔依然不放心。可是，公爵大人，您的手……艾琳站在门口，看着依然留在房间里的两人，陷入了沉默。她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停下动作说道：“啊，公爵大人，您的手套。”艾琳快步走回卡西斯身边，非常抱歉。卡西斯低头看着艾琳，没有说话。艾琳一边处理伤口一边说道：“伤口并不深，很快就会止血了。”卡西斯依然保持着沉默。艾琳察觉到了异样，疑惑地看向卡西斯，血迹不断渗出，染红了按压伤口的白布。艾琳看着那不断涌出的鲜血，血止不住了。卡西斯看着艾琳说道：“他们说这是一种遗传病，我听说母亲家族那边的几个男人都患有同样的症状，一种血流不止的病，在母亲的家乡，人们称之为被诅咒的血。每当提到这种疾病，关于穆斯科半岛皇室的传说便会浮出水面。那是一种只在不幸的男性成员中代代相传的遗传病，这件事流传甚广，早已不再是秘密。”卡西斯伸手触碰桌上的书籍，这种病症无药可医，无论生活的多么小心翼翼，都无法逃脱它的阴影。意外的灾祸总是不期而至，花瓶碎裂在地，大多数患病者都活不过30岁，因为夺走他们生命的，往往只是这样一道微不足道的小伤口。哈维尔看着卡西斯的伤口，殿下，您确定不需要传唤院长或者教授吗？另一名随从看向艾琳说道：“艾琳小姐只是个刚毕业的学生。”卡西斯看向随从问道：“他们能做到的事，难道依琳做不到吗？”哈维尔低声回应道：“殿下。”卡西斯看着艾琳，这就是典型的反应，那种充满怜悯和悲伤的眼神，仿佛在疑惑她为何会遭受如此可怕疾病的折磨。
卡西斯的母亲掩面哭泣：“卡西斯，怎么会？这都是我的错。”年幼的卡西斯站在长辈面前，长辈叮嘱道：“如果你觉得有任何危险，一定要告诉我们。”卡西斯沉默地低下头。一名军官看向卡西斯，说道：“诺特，那个地方很危险。”军官看向卡西斯说道：“如果你受伤了怎么办？派个代理人去就足够了，没必要亲自前往。”卡西斯回应道：“不，我会去诺特。”卡西斯看着前方，我已经厌倦了这一切，这个女人肯定也会像其他人一样怜悯我。卡西斯看着眼前的艾琳，艾琳开口说道：“血有病，这不是什么被诅咒的血液，而是血有病，这是教科书上定义的医学术语。”卡西斯愣住，看向艾琳，艾琳一如既往的平静，她正专注地处理着卡西斯手中的血迹。卡西斯注视着艾琳，在他的眼中既没有同情，也没有怜悯，她表现得如此淡然，仿佛只要治疗结束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卡西斯看着艾琳，突然低头笑了起来。艾琳疑惑地看向卡西斯，卡西斯大声笑出声来。艾琳拖着卡西斯受伤的手，血似乎已经止住了，幸好伤口足够小，我才能及时止血。艾琳一边清理血迹，一边继续说道：“如果伤口再大一点，我也无法保证结果会如何。殿下，正如您所知，您必须非常小心，绝对不能让自己受伤。”哈维尔愤怒地看向艾琳说道：“就这样，你对他要说的就只有小心一点吗？你觉得最初是谁造成了这一切？”卡西斯打断了哈维尔的话：“够了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”艾琳心中暗自思忖，原来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有受伤风险的时候，大公都会亲自介入。艾琳低头处理着染血的纱布，因为即使是微小的伤口，也会威胁到生命。卡西斯竖起食指抵在唇边：“我患有遗传病，这件事是一个秘密。”艾琳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卡西斯收回手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件事。哈维尔走上前：“艾琳小姐，如果你敢随口泄露这件事，最好别指望能见到明天的太阳。”卡西斯看向哈维尔说道：“哈维尔，对一位女士说这种话太失礼了。”艾琳平静地看着他们。卡西斯转而对艾琳说道：“你不需要担心那个。”艾琳看向卡西斯，回应道：“没有人喜欢和我说话，所以我也没地方去泄露这个秘密。我甚至都是一个人去洗手间。”卡西斯和哈维尔愣在原地，陷入了沉默。艾琳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啊，我在书里读到过，女性通常会在化妆室分享深刻的秘密，难道是我记错了？或者是休息室而不是洗手间？”卡西斯听后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哈维尔在一旁显得有些无奈。艾琳看着卡西斯问道：“但是殿下，您为什么要亲自参加战争呢？”卡西斯沉默了一会儿：“这个嘛，因为我很无聊。现在我是作为指挥官在领导士兵们，在战争中，指挥官是否亲临战场，对士兵的士气影响巨大。如果我躲在那些为了保家卫国而奔赴战场的士兵身后，仅仅是高喊着让他们冲锋，又有哪个士兵愿意在战斗中舍命相搏？”卡西斯看着行进的军队，如果我从未站在前线，而阿尔瓦王国的民众发现原因竟是因为一种遗传病。卡西斯看向艾琳问道：“你觉得会发生什么？无论是出于偶然还是天意，你已经知道了真相。”卡西斯俯身靠近艾琳，所以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私人医生，甚至我现在的医生都不知道这种遗传病的事。卡西斯微微垂眸，秘密只有在极少数人掌握时才最具威力，不是吗？艾琳小姐，如果发生意外时你能在我身边，我想我会感到很安心。艾琳沉默着，没错，这是我的失误。即便现在，如果殿下愿意，他随时可以惩罚我。既然如此，他为什么要对我展现出这样的好意？卡西斯凑近艾琳问道：“你觉得呢？”艾琳站在走廊里，回想起刚才的一幕，莱蒂走上前对艾琳说道：“殿下之所以会提出那样的建议，只是因为他还没意识到你其实是个无可救药的麻烦精。”马克西挡在艾琳面前说道：“没错，你当不了医生，所以别再妄想成为殿下的私人医生了。”艾琳垂下眼帘，正如我之前提到的，我无法成为一名救人的医生。卡西斯若有所思地回应道：“你说过你讨厌人类，但既然如此，你也讨厌我吗？如果你真的讨厌我，当时直接不管我就好了，为什么还要毫不犹豫地为我止血？”艾琳看着自己的手，为什么我会那样做？那一刻，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动了手。卡西斯继续说道：“如果你不想成为一名救人的医生。”卡西斯向艾琳伸出手说道：“那就成为只为我诊治的医生吧。我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医生，我需要你，艾琳小姐。”艾琳看着眼前的卡西斯，心中默默回想着，初次见到大公时，我以为他就像一颗完美无瑕的土豆，身上没有任何伤痕。可即便外表看起来再体面，他的内心却在腐烂。艾琳注视着卡西斯的眼睛，我的目光总是会被受伤的人吸引，尤其是那些患有未知疾病且尚未找到治愈方法的病人。卡西斯对着易林露出微笑，艾琳看着卡西斯，这种感觉是能够近距离观察一种未知疾病的兴奋感。艾琳开口问道：“根据我的记忆，您说过周薪是10金币，并且每月增加1%，这个条件还作数吗？还有，能不能加一个特别条款，比如每周至少提供一次红薯料理？最好能把这些都写进合同里，对吧？”卡西斯笑着回应道：“不只是每周一次，每天都可以。我会叫律师来起草合同，你可以提出任何你想要的条件。”艾琳点了点头。卡西斯说道：“是的，明天中午我会派马车去宿舍楼前接你。”艾琳摆了摆手，拒绝道：“没那个必要，我自己能过去。”卡西斯有些无奈地说道：“我不赞成那样。我不能让一位女士提着沉重的行李走那么远的路。我从不亏待我的私人医生，我本想亲自去迎接你，但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，希望你能理解。我会吩咐马车夫，如果你在到达之前有任何想去的地方，尽管让他停下。”艾琳伸手去拿剪刀，卡西斯松开手说道：“我会在车站等你。”艾琳回应道：“
好的，谢谢您。艾琳走在路上，在一个没有任何人脉的地方重新开始。也许事情正像我希望的那样发展。艾琳握着手中的剪刀，没错，努力工作攒钱吧，然后去乡下经营一个红薯农场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，再也不用担心住宿费了，也不用再理会那些警告。艾琳拿起剪刀，剪断了围裙上的丝线。在我做出决定的那一刻，我与塞拉皮亚的联系就此结束。卡西斯的声音在耳边回响：“我向你保证，你会喜欢我的领地的，艾琳小姐。”一辆马车驶入庄园，停在宅邸门前。艾琳站在窗边向下望去，看着马车准时抵达。卢卡斯低头看向手中的怀表，指针刚好指向约定的时刻。他开口说道：“这位马夫总是能准时到达，我喜欢这一点。”一名男学生看着艾琳问道：“什么？你真的从2点就开始等了吗？说好2点见面，意思就是3点再见。你自称是男爵之女，难道连这种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吗？”艾琳心想，我从未有机会学习那些所谓的社交常识，也许他们说的对，但我依然更喜欢精准。艾琳拎起公文包，东西都带齐了，该出发了。艾琳走出房门，快步穿过走廊，下楼来到了室外。转角处，艾琳险些撞上迎面走来的人，她停下脚步说道：“啊，抱歉。”那名年轻男子看着艾琳，心中暗自惊讶，是那个铁臂女，你要去哪里？艾琳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年轻男子举起手中的文件，解释道：“我只是来给管理员送些材料，我很清楚自己不该进入女生宿舍。”年轻男子看着艾琳说道：“啊，你这周必须搬出宿舍了。不过，我原以为你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，毕竟你连放假都没有回家。”他意识到失言，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。也许我不该提起那件事。总之，你准备去哪里？对了，你不是说家就在塞拉皮亚吗？艾琳心中暗自感叹，如果他能把这种好奇心用在学业上，或许就能拿到第1名了。真是遗憾。艾琳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要去诺特。”年轻男子愣住了。什么？诺特？艾琳继续说道：“那是国家的最北端，但我听说那里比这里更暖和。当然，那只是我听到的主观意见。”年轻男子追在艾琳身后问道：“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你为什么要往诺特去？为什么？”艾琳停下脚步。我成为了卡西斯大公的随行医生。艾琳拎着行李箱来到马车旁，马夫躬身行礼说道：“我来为您提行李。”艾琳下意识地收回手，马夫已经接过了箱子，说道：“请把它交给我。”艾琳轻声回应道：“没关系。”马夫稳稳地拎起行李箱，艾琳看着他的动作，心中暗自松了口气。我们的手没有碰触到。艾琳走向马车说道：“谢谢你。”马夫扶着车门回应道：“不客气，小姐。”艾琳听到这个称呼，整个人愣在原地。自从来到塞拉皮亚，我就再也没听过这个称呼了。马夫关上车门说道：“我们要出发了，小姐。”艾琳坐在车厢内，透过车窗看向外面。艾琳疑惑地看着他的背影，他不是说有文件要送到宿舍吗？为什么要那样跑走？马车颠簸着出发了。艾琳坐在车厢内，这不关我的事。艾琳静静地坐着，我还会回到这里吗？突然，身后传来一声呼喊：“艾琳！”艾琳回过头，疑惑地看向窗外。马夫在外面大声说道：“艾琳小姐，后面好像有人在追我们，你认识他吗？”艾琳顺着马夫的视线看去，只见马克西正气喘吁吁地在后面狂奔。艾琳暗自想到：是那个笨蛋，他在大喊大叫什么？为什么要跑过来，还一副生气的样子？我没看到那个水母，难道他们约好要见面吗？艾琳坐回车厢深处说道：“他大概不是来找我的，请继续前进。”马夫回应道：“遵命，小姐。”马克西在马车后拼命追赶，他看着逐渐远去的马车。艾琳。马车在颠簸中加速，车轮碾过十字路的声音盖过了后方的呼喊。马克西的身影在视线中变得越来越小，最终消失在道路尽头。莱蒂猛地拍向桌面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艾琳站在桌对面：“我说我是来收拾行李的。”莱蒂显得有些慌乱：“我的意思是……”莱蒂子冷笑一声：“如果他能听懂人话，就不至于无可救药了。所以你为什么要来收拾行李？”艾琳平静地回答道：“因为我要离开塞拉皮亚了。”莱蒂追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离开这里？”艾琳看向窗外说道：“我要去诺特。”莱蒂显得更加愤怒：“我是在问你为什么要去诺特？”艾琳简短地回应道：“我找到工作了。”我已经回答了他的问题，为什么他总是这么生气？莱蒂猛地拍桌而起：“所以你到底是在哪里找到了工作？”艾琳直视着他的眼睛说道：“我成为了卡西斯大公的随行医生。”莱蒂大声质问道：“怎么可能？像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大公殿下的随行医生？难道你忘了我告诉过你连想都不要想吗？”艾琳平静地回应道：“大公殿下提供了与现任医生普利切先生相当的条件，所以我接受了那些条款。他也忠实地反映了那些特殊条款。大公殿下是一位慷慨的雇主。”莱蒂咬牙切齿地低声说道：“真让人恼火！无论我说什么，你都只是这样毫无表情地盯着我，好像什么都没想一样，这让我觉得自己像这里唯一的白痴。”里奥斯夫人轻声唤道：“莱蒂！”莱蒂指着艾琳说道：“像你这样丑陋又寒酸的人，竟然能成为大公殿下的随行医生，这简直荒谬至极！那一定是个至关重要的职位，而你竟然接受了。你似乎觉得自己从医学院毕业就变得很特别了，绝对不是。你和被困在这里的时候相比一点都没变，你就是个麻烦，一个无可救药的家伙。”艾琳开口回应道：“记忆力因人而异，每个人擅长的领域也不同。不过，只要付出一些努力，记忆力是可以得到改善的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教你方法。”莱蒂愣住了：“你突然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”艾琳继续说道：“看来你不记得大公殿下上次说过，他需要一位技术精湛的外科医生。”莱蒂大声吼道：“你现在是在说我只有金鱼般的脑子吗？”
艾琳心中暗自感叹，每次和这位优雅的小姐说话，我都会想起海葵。难道刺胞动物之间真的有什么共同的波长吗？莱蒂向前迈了一步，盯着艾琳说道：“别太得意了，艾琳，我想他只是觉得新鲜有趣罢了。但我保证，你待不到1个月就会被踢出来。”莱蒂伸出手指向艾琳，一旦他发现你的真面目，殿下一定会感到厌恶，然后把你像垃圾一样扔掉。艾琳站在原地，沉默不语。艾琳陷入了沉思，那些尖锐的嘲讽声在艾琳脑海中不断回响。不，以第1名的成绩毕业又如何？那有什么用？不，你甚至连社交界都没有踏入过。你真的认为像你这样切开人类血肉的人，能入得了殿下的眼吗？仔细想想，不，绝无可能。你和屠夫没什么两样。艾琳猛地回过神，那些恶毒的话语仿佛还萦绕在耳边。莱蒂看着沉默的艾琳问道：“干什么？你干嘛那样看着我？”艾琳平复了一下情绪：“谢谢你，莱蒂，刚才真的很危险，但你那副凶狠的表情让我清醒了过来。”莱蒂气得满脸通红，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。他猛地转过身，那个东西竟然敢这样藐视我！你们还要在旁边看多久？快说点什么啊！里奥斯男爵叹了口气：“冷静点，莱蒂，那是大公殿下的决定。”莱蒂不甘心地喊道：“但是，父亲。”里奥斯男爵看着莱蒂，心中暗自盘算：我本以为，如果莱蒂能引起大公殿下的注意，我们就能进军首都，到时候卢卡斯就能与那些高阶贵族子弟交往，送上门来的金钱和礼物也会随之增加。里奥斯男爵看着艾琳，真没想到引起大公殿下注意的，竟然会是那个东西。不过他是以医生的身份被看中，而不是以女人的身份。他眯起眼睛，我必须继续寻找机会，让莱蒂去吸引大公殿下。里奥斯男爵看向艾琳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出发？”艾琳站在一旁回答道：“马车已经在房子前等着了。”里奥斯男爵疑惑地问道：“马车？什么马车？”艾琳平静地解释道：“大公殿下派了一辆马车过来，方便我装载行李。”莱蒂听到这话，什么？里奥斯男爵立刻站起身说道：“那就快去收拾行李，我们不能让殿下久等。”艾琳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艾琳走向门口，伸手握住门把手，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：“艾琳。”里奥斯男爵在艾琳身后说道：“你不会忘记我们把你带回来的恩情吧？是我们把你从那个地方带出来，一直抚养至今。”艾琳停下脚步，脑海中浮现出过往的画面。是的，虽然我穿的总是那位优雅小姐剩下的旧衣服，虽然如果我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会挨饿，但他们确实给了我维持生计的食物。我没有忘记这份恩情。如果没有男爵一家，我恐怕到现在都无法逃离那个地方。艾琳轻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既然如此，一切都结束了。”里奥斯男爵看向莱蒂说道：“莱蒂，你想想看，如果艾琳赢得了殿下的信任，我们不就能以此为借口去拜访了吗？”艾琳关上房门，将那些嘈杂的声音隔绝在身后。这是一个机会，他把工作做得越好，你就越有希望引起殿下的注意。艾琳看着车厢内堆积如山的行李，陷入了沉默。卡西斯站在艾琳身边，真的有很多啊，连马儿看起来都累坏了。艾琳垂下眼帘，我只选了重要的书，全部带走是不是还是太多了？卡西斯露出温和的笑容，既然是随行医生想要带走的东西，当然没问题，请不要担心。艾琳看着他伸出的手，心中稍稍安定了一些。这些是男爵家里唯一不感兴趣的东西，所以我才能把他们都带出来。然而，与那位里奥斯男爵仁慈的外表相反，他其实是一个极度贪婪的人。在他眼中，那些书不过是用来装饰书房的摆设。每当他要更换藏书时，就会像处理垃圾一样把旧书随手扔掉。但对艾琳来说，这些书是珍贵的礼物。在那座冰冷的宅邸里，书籍是唯一真正属于他的东西，也是陪伴他最久的家人和朋友。艾琳看着被搬上车的行李，能把他们都带走，真是太好了。卡西斯站在艾琳身旁问道：“除了书，你还有其他行李吗？”艾琳指着身边的皮箱回答道：“有的，还有几套换洗的衣服。”卡西斯看了一眼那个陈旧的皮箱，那些似乎没有必要带上，就留在后面吧。等我们到达目的地，我会立刻为我的随行医生准备合适的衣物。阿道夫走上前，礼貌地从易林手中接过了那个沉重的皮箱。艾琳跟在卡西斯身后走向站台。我们没有迟到吧？卡西斯停下脚步，艾琳险些撞上他的后背，他有些局促地站稳。卡西斯回头看向艾琳说道：“殿下的腿明明比我长，走得却出奇的慢，我想我们应该快点。”他侧过身指引道：“这边，请。”卡西斯看向艾琳说道：“进去吧。”艾琳踏入车厢的瞬间，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嘈杂的议论声穿透记忆，席卷而来。那是多年前的火车站，年幼的艾琳孤零零地站在人群中，周围满是指指点点的路人。天哪，那是那个孩子吗？孩子，你是？记忆中的阴影几乎要将他吞噬。别去想他，他已经来这里半年了，却一句话也没说过。那孩子甚至连哭都不会。我告诉你，这也可以理解，他经历了那样的惨剧。唉，真是个可怜的小东西。艾琳的手猛地攥紧了裙摆，别再提了。卡西斯察觉到了艾琳的异样。艾琳站在空旷的站台中央，脸色显得有些苍白。卡西斯看着他问道：“这是你第一次坐蒸汽火车吗？”卡西斯转过身，看向轨道上那台巨大的钢铁机器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蒸汽火车到底引发过多少次事故，但至少我从未遇到过一次。而且与那些流传的谣言相反，它并不是什么吃人的怪物，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而已，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”艾琳停下脚步，一次。卡西斯停住身形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艾琳低着头，我做过一次，就那么一次。大多数涉及蒸汽机车的事故，仅仅是由于落石导致的停运或延误，只要不横穿正在行驶的轨道。我知道致命事故几乎是不存在的，所以我没关系。卡西斯沉默地看着艾琳从身边走过，他看着艾琳挺直的背影，
他本可以寻求帮助，但他总是试图独自解决所有事情。卡西斯推开房门，这是为你准备的房间，希望在到达目的地之前，你能在这里好好休息。艾琳走进房间，好的。卡西斯站在门口，我的房间就在隔壁，如果你想找人聊天或者需要帮助，随时都可以过来。艾琳转过身，好的。火车缓缓启动，艾琳站在窗前，我们要离开了，请让诺特那里没有任何认识我的人，让那里成为一个谁也找不到我的地方。卡西斯站在门边，看着艾琳单薄的身影，希望这会是一段愉快的旅程。艾琳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景色。卡西斯在门口轻声唤道：“艾琳小姐。”火车在铁轨上疾驰，穿过广袤的平原与山川，最终缓缓驶入了一座宏伟的车站。伴随着蒸汽喷发的轰鸣声，这趟漫长的旅程终于抵达了终点。在装潢考究的室内，卡西斯放下手中的茶杯，我们到了。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。从塞拉皮亚到这里路途遥远，可你竟然一次都没有来找过我。不过这倒也在我的意料之中。我讨厌一个人用餐，今晚能陪我一起吃晚饭吗？艾琳只是轻轻摇头拒绝了。后来他又试着提议，我有一些不错的茶叶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喝杯茶吗？艾琳这才有些迟疑的微微点头。卡西斯坐在沙发上，自嘲的笑了笑，连我自己都承认，那些借口听起来挺可怜的。不过至少他答应邀请的次数增加了，这应该算是个好消息。他眼神变得深沉，回想起艾琳在站台时那副失魂落魄的模样，他当时的脸色实在太差了，这让我非常担心。没办法做事，不管谁也不能保证那种情况不会在这里再次发生。看来我得定期去确认他的状态才行。艾琳小姐，让你久等了吗？艾琳看向门口，到了，我们走吧。他站在车厢外，向艾琳伸出手掌，体贴的提醒道：“小心脚下。”艾琳看着那只手，我可以自己走。他并没有搭手的意思，只是平静的看着对方说道：“我没事的。”卡西斯露出无奈的笑容。艾琳看着他，之前他派马车来接我的时候也是这样。为什么像他这种身份的人，总要说自己不太好呢？我明明真的没问题。卡西斯并没有收回手，他眨了眨眼。如果你能考虑到我的社会地位和名声，稍微配合一下，我会非常感激的。艾琳愣了一下，虽然不太确定，但看来像他这种身份的人，如果不伸手扶一把，似乎会受到舆论的审视。艾琳叹了口气，终于缓缓伸出手，将指尖搭在了他的掌心。卡西斯稳稳地握住艾琳的手，牵着她走下台阶，两人并肩走在站台上。卡西斯握住艾琳的手，看向前方辽阔的土地，说道：“这是我的领地，欢迎来到诺特。”艾琳抬起手遮挡刺眼的阳光，你在欢迎我吗？艾琳回想起过去，在那座阴冷的宅邸里，她只是一个多余的累赘。后来进入医学院学习，在那些忙碌而冷漠的同僚中，他始终是一座孤岛，一个不请自来的陌生人。无论走到哪里，他从未感受过被接纳的温暖，总是被排斥在人群之外。艾琳看着卡西斯的笑容，你竟然在欢迎我吗？卡西斯露出温和的笑容说道：“当然，我和我的领地都由衷的欢迎你。”艾琳低下头，谢谢你。如果这里能比塞拉皮亚更温暖一些，是不是意味着我也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？艾琳低下头，谢谢你。艾琳走在站台上中，默默想到，我希望我可以，但恐怕这终究是不可能的。卡西斯指着前方说道：“这就是你从今以后要居住的城堡。”他带着艾琳走进大厅，这些是以后会协助你的人。阿道夫微微躬身行礼，欢迎回来，我们一直在等待您的到来。我是这座城堡的管家，阿道夫·莫雷亚。他将手贴在胸前，请直接称呼我为阿道夫就好。一位妇人走上前，欢迎您女士，我是这里的主厨胡安娜。哦，天哪，我原以为莫雷亚先生已经是这附近最厚脸皮的人了，没想到还有更让我吃惊的。晚餐准备工作已经快完成了，但我必须为我们的新客人再多加几道菜。我坚信瘦骨嶙峋的人应该从地球表面彻底消失，你不这么认为吗？普利切医生。普利切医生有些尴尬地回应道：“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？”接着，一名年轻女仆走上前来：“您好，能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，女士，我的名字是米娅。”艾琳看着眼前这些热情的人们，我是艾琳·里奥斯，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称呼我，无论是叫我扫帚饼还是女巫都可以。大厅里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艾琳看着反应剧烈的众人，啊，那个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艾琳看着众人错愕的神情，心中有些懊悔。我并不想让这些第一次欢迎我的人感到失望。卡西斯打破了沉默，称呼他为医生会比较合适。他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，也是作为我的主治医生来到这里的，所以他理应受到和普利切医生同样的尊重。米娅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是的，殿下，很高兴见到您，里奥斯医生，我们会尽全力确保您在这里住得舒适。艾琳有些不知所措，那个，我不介意被叫做麻烦精或者无可救药的人。普利切突然大声喊道：“大公殿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一个外科医生，而且还是个女外科医生。外科医生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？”米格尔曾担任过皇室私人医生，目前作为卡西斯大公的私人医生，留在大公府。他出身贵族，以身为内科医生为傲，认为外科手术不过是理发师才做的粗鄙行当。对他而言，艾琳简直就是眼中钉。卡西斯看向普利切说道：“当我受伤时，普利切医生能做的只有祈祷，不是吗？我可不想在听你祈祷的时候死掉。”普利切大笑起来，回应道：“如果我的祈祷让您感到不悦，那为什么不干脆叫个理发师来呢？”普利切指向不远处的艾琳说道：“理发师顶多也就是切开个脓包或者划上一刀，但即便如此，也比那个女人强得多。看看那纤细的手腕，我怀疑她连剪刀都拿不稳。”艾琳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腕，纤细吗？
普利切嘲讽道：“我们只能祈祷他见到血的时候别晕过去。”卡西斯沉默地注视着前方。普利切医生，你是在质疑我的判断吗？普利切脸色煞白，大公阁下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卡西斯突然笑了起来，只是个玩笑。普利切医生刚才开了那么多玩笑，我想我也该试着开一个。他看向身边的艾琳，完全没必要担心艾琳医生拿不稳剪刀，我曾亲眼见过他使用锯子和锤子解剖尸体。卡西斯转头盯着普利切，他的技术足以一举切开你的肋骨。普利切医生，普利切被吓得缩起脖子，是的，卡西斯俯视着他说道：“我希望你不要忘记，艾琳医生是我亲自请来的人。”普利切医生，普利切躬下身子，当然，大公阁下。卡西斯挥了挥手示意他退下。普利切转身离开，心中却愤愤不平。既然他才刚到，大公现在肯定只会替他说好话，等着瞧吧，他撑不了几天就会哭着逃跑的。卡西斯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对了，阿道夫，艾琳医生需要几套新裙子，去召集一些手艺精湛的裁缝，动作越快越好。阿道夫微微躬身行礼，遵命大公阁下。卡西斯看向艾琳说道：“旅途劳顿，你一定累了，很抱歉耽误了你这么长时间，现在最好先去整理行李并休息一下。”艾琳轻声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米娅微笑着对艾琳说道：“艾琳医生，请跟我来，我带您去您的房间。”艾琳跟着米娅穿过长廊，米娅在前面带路，并说道：“我们已经彻底打扫过您的房间了，希望您能喜欢。”卡西斯站在原地，注视着艾琳离去的背影。艾琳走进房间，这间屋子是不是太大了？米娅站在一扇门前，招呼道：“医生，请您过来一下。大公阁下说您可能需要一间办公室，所以他让我们提前准备好了这一间。如果您还需要其他东西，请随时告诉我。”艾琳走进房间，这里看起来简直像男爵的书房，或者是教授的办公室。米娅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哦，对了，仆人们很快就会把您带来的书搬进来。艾琳沉默地看着房间，这真的是我的房间吗？米娅笑着回应道：“请别这么客气，艾琳医生，毕竟您是大公阁下的私人医生。”艾琳点了点头，好的。他再次环顾这间宽敞的屋子，这真的是我的房间吗？米娅肯定地回答道：“当然了，请随意参观。”艾琳看着华丽的装潢，感到有些尴尬。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米娅看向门口说道：“看来您的行李到了，我让他们把东西搬进来。”大量的书籍被整齐地堆放在房间里。米娅看着堆积如山的藏书，感叹道：“这么多书。”艾琳看着堆积的书籍说道：“这些我自己来整理就好。”米娅惊讶地回应道：“什么？您一个人处理这些可能会很吃力。”艾琳平静地说道：“没关系。”米娅看着艾琳，心中有些担忧，她可是位贵族小姐，以前大概从来没亲自动手整理过行李吧？真的没问题吗？米娅再次确认道：“您确定不需要帮忙吗？”艾琳医生，艾琳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艾琳抱起一叠厚重的书籍，走向书架，她动作利落地将书一本接一本嵌入格中。米娅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她的速度好快哇！米娅开口提醒道：“晚餐时间是7点，这栋别馆里虽然有餐厅，但因为大公阁下今天邀请了您，我会在7点过来接您。”艾琳停下动作，看向他：“晚餐，大公阁下的邀请，7点。”艾琳转过身说道：“那倒不必了，我自己过去就行。”米娅愣在原地，心想：难道他讨厌我吗？米娅有些局促地回应道：“我明白了，艾琳医生，请前往主楼1层的餐厅。考虑到您不认识路，我会在入口处等您，这样可以吗？”艾琳回答道：“好的。”艾琳独自走在黄昏的林间小径上，她停下脚步，环顾四周，这里看起来和主楼几乎一模一样，但我走错地方了。艾琳低头看了看手上的表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甚至提前15分钟就出门了，结果还是迟到了。她加快了脚步，我不希望成为一个不守约的人。草丛中突然传来一阵响动，艾琳警觉地看向声音来源。卡西斯从树影中走出来说道：“我忘了，对于新人来说，这里确实很容易迷路。这里是临近阿尔瓦王国的边境地区，正如我之前提到的，这里经常发生战争，所以所有的建筑都建造的一模一样。”卡西斯继续说道：“这样，即使敌人入侵，他们也无法判断谁住在哪里。”艾琳看着他问道：“但您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？我也许正迷失在其他什么地方呢？”卡西斯看向艾琳说道：“住在东莞的人，无一例外都会在这里迷路。十字路口的风景看起来全都一样。”他低声回应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卡西斯看着他建议道：“如果你不介意，我给你一点建议，当你迷路时，最好留在原地等待，否则你只会错过那个来找你的人。”艾琳摇了摇头说道：“不，我认为应该改变方向，朝着我认为正确的路走下去，毕竟从来没有人会来找我。”艾琳想起了在塞拉皮亚的第1年，那天她突然想走得比平时更远一些，希望能有人和她说话，而不是那些只会看男爵脸色行事的人。艾琳独自走在陌生的街道上，我不认识路，雨水打湿了她的鞋子，她站在雨中看着四周，没有人来找我。当她终于在深夜回到男爵领地的庄园时，依然没有任何人出来寻找过她。艾琳伸手推开了沉重的大门，甚至没有人意识到我失踪了，我就像一个透明的幽灵。卡西斯沉默地听着，没有人来找他。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，每当他离开视线，哪怕一小会儿，人们总是会四处搜寻他的踪迹。年幼的卡西斯躲在树后，母亲在不远处焦急地呼喊：“迭戈王子，您在哪里？”正因如此，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原地等待才是更好的选择。卡西斯看向艾琳说道：“可是我现在不是来找你了吗？从现在起，如果你迷路了，我会去接你的。”艾琳医生。艾琳愣在原地，注视着他的背影。卡西斯补充道：“如你所知，我对自己的人一向很慷慨，不过总有一天你可能会对我发火的。”艾琳疑惑地问道：“我发火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卡西斯想起自己直到大学3年级都还在校园里迷路，他轻咳一声：“别担心，我对自己的耐心相当有信心，我不会对你发火的，艾琳，我保证。”艾琳看向他回应道：“好的，很高兴大公阁下是个慷慨的人。”卡西斯迈开步子说道：“走吧，普利切医生也和我们一起用餐，他正等着呢，估计他等的脖子都伸长了。”艾琳跟在后面重复道：“脖子。”卡西斯愣了一下，他随即反应过来，原来如此。他想起普利切那层坠肉堆叠下几乎看不见的脖子，那对普利切医生来说真是个好消息。卡西斯停下脚步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？”艾琳回应道：“不，我很好。”艾琳看着身边的卡西斯，这样并排走着，感觉他的步调很慢。艾琳想起了过去，马克西曾从后面推着他，大声喊道：“嘿，马克西，你是打算明天才到吗？快点走好吗？”那时候的艾琳总是要小心翼翼，以免因为走得慢而掉队。艾琳看着卡西斯的背影，看来我不会因为走得慢而被解雇了。他开口说道：“虽然今天因为迷路迟到了，但我平时是很守时的。”卡西斯回应道：“是吗？”两人来到主楼大厅，米娅正焦急地等在那里。看到他们出现，米娅吓了一跳。米娅急忙躬身行礼说道：“艾琳医生，我应该去接您的，非常抱歉。”艾琳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艾琳继续说道：“是我自己说要一个人过来的，也是我自己迷了路，但是……”卡西斯上前安抚道：“好了，这不是任何人的错，我不会追究你的责任，所以别担心了。”米娅低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大公阁下。”艾琳看着卡西斯的侧脸，大公阁下，昨天也是这样，他身上确实拥有一种非凡的特质。艾琳垂下眼帘，如果我是一个幽灵，大公阁下就是太阳；如果我是那冻结一切的北风，大公阁下就是融化大地的南风。他是我的完全对立面，是站在与我截然相反的极端的人。我真的能在这里做得很好吗？艾琳坐在书房的地板上，正看得入神，一个声音从上方传来：“艾琳医生，你怎么坐在那里？”艾琳惊了一下，合上手中的书。米娅端着托盘走近：“请在继续之前吃点点心吧，胡安娜为您做了红薯派。”艾琳抬起头，眼睛亮了起来：“红薯派？”米娅将托盘放在桌上，她说：“希望您能喜欢。”艾琳走到桌边，拿起叉子，切下一块金黄色的红薯派，派皮酥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浓郁的香甜气息扑面而来，叉尖轻轻挑起软糯的内馅。艾琳尝了一口红薯派，发出由衷的赞叹：“哇！”他一边咀嚼一边心想，从第一晚的宴会开始，我就感觉到了胡安娜的厨艺真的很棒。餐桌另一头的男人问道：“食物合您的胃口吗？”艾琳连连点头，心中感慨，很高兴来到了诺特。米娅不知何时走到了艾琳身后，艾琳被吓了一跳，转过头看向他。艾琳有些迟疑的开口：“那个，你也吃一点吧。”米娅惊慌的摆手拒绝：“哦，不，医生，这是胡安娜专门为您做的，如果我吃了，会被狠狠责骂的。”米娅连连摆手：“胡安娜现在的目标是把您喂胖，直到您看起来很健康为止。自从管家阿道夫之后，我还没见过谁有那样的热情。所以，如果我偷吃了您的那份……哦天啊！哦，还有，我听说大公阁下亲自下令，每天都要为您提供一份红薯料理，而且我已经吃腻红薯了，所以您没必要跟我分享。”艾琳插起一小块红薯派，我想这也有道理。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喜欢红薯，那竞争就太激烈了，我们会精疲力竭的。他看着盘中的点心，最好不要对每个人都渴望的东西产生兴趣，比如黄金、珠宝或者其他珍贵闪亮的东西。艾琳靠在沙发背上，满足地品尝着美味。对我来说，只要有红薯就足够了。普利切清了清嗓子，这里还没我的房间大。艾琳转过身，静静地看着这位不速之客。普利切继续打量着周围，这里看起来没什么值得看的。艾琳盯着他，你一定很孤独吧？那个像老河豚一样的院长，腰带也是这样挂着的。他观察着普利切，他的五官和脸盘相比显得格外小，看起来就像一只翻车鱼。普利切转过头问道：“你是皇家医学院毕业的？哪一届？”艾琳抱着书回答道：“我是第195届的。”普利切发出一声嗤笑，一个证书上墨水还没干的新手。他挺起圆滚滚的肚子，顺便告诉你，我是第177届的。艾琳盯着他那被撑得紧绷的腰带，心中产生了一个疑问：腰带有没有可能突然爆炸？普利切撇了撇嘴，说实话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点礼貌都没有，连个招呼都不打。他停顿了一下，菲格拉斯最近怎么样了？艾琳愣住了，他是在问健康状况，还是在问财产情况？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给出别人想要的准确答案。也许诺特的书店里会有这类社交指南，等有空的时候，我应该去查查。普利切见他没反应，他的头发掉得更厉害了吗？艾琳回过神来，从去年开始，他已经没法用侧边的头发盖住头顶了，所以一直戴着假发。普利切听后大笑起来，他就是太爱占便宜了，所以最后才变成了秃子。每次我们一起吃饭，付钱的总是我，可他却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金钱就是一切，难道你不认同吗？艾琳抱着书，这是一个很难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。普利切愣了一下，什么？他看着沉默的艾琳，你是因为作为他的学生，所以才站在他那边的吗？普利切转过身，别忘了，真正的医学并不是在那些沉闷的象牙塔里发现的，而是在实践中。我甚至不需要看费格拉斯在叫什么，就能猜到那是什么内容。普利切停下脚步，他总是幻想着自己是那个肩负着德沃王国医学重任的人。但记住我的话，真正的医学是在大学之外，而不是在大学里面。费格拉斯不过是个读了几本书的吹牛大王。艾琳心中暗自评价，他越生气就越像一只翻车鱼。普利切见艾琳没有反应，追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回答？
难道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吗？艾琳轻轻摇头，我不知道医学是在大学里还是在大学外，因为我并不是一个给人看病的医生。普利切愣住了，不是医生？那你是在说大公殿下不是人吗？真是个无理的家伙，或者说主治医生只是个幌子。你来这里其实另有目的。艾琳看着逼近的普利切，没有说话。普利切露出一个猥琐的笑容，别告诉我你已经和大公殿下共度良宵了。艾琳看着普利切，心中有些困惑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是在问我昨晚是不是解剖尸体到深夜？艾琳认真的思索着，虽然不是一整晚，但大公殿下的确在一旁看着我进行解剖。普利切摊开手说道，我就知道是这样。他挺起胸膛，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当大公殿下的主治医生，至少得有像我这样的医术才行。普利切斜眼看着艾琳，她不过是个刚毕业的黄毛丫头，还是个女人，看来我是白担心了。他想起之前的紧张感，不禁觉得有些可笑。当殿下说他找到了另一位医生时，我还真是捏了一把汗。普利切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笑意，看来我不用再担心明年拿不到头衔了。他走到桌边，不过我还是无法理解。艾琳不解地看着他，普利切摸着下巴心想，也许他是听腻了那些关于美女的丑闻，但殿下的品味确实是。一个冰冷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，我的品味到底有什么问题？普利切猛地一颤，大公殿下，卡西斯靠在门边，你们两个在热烈地讨论什么呢？普利切医生，卡西斯走近几步，目光落在普利切身上。普利切慌忙挺起胸膛，我只是作为前辈给新来的医生一些建议，作为殿下的主治医生，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。卡西斯看着他，你对后辈的关心真是令人感动。普利切尴尬地笑了两声，不值一提，殿下，那么我就先告辞了。卡西斯看着普利切消失的方向，他平时总是慢吞吞的，这种时候倒是跑得挺快。他毕竟是皇家医生，我很难随心所欲地直接除掉他。卡西斯看向书房内的艾琳问道：“艾琳小姐，我可以进来吗？”艾琳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卡西斯走进书房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普利切医生，我们从未在一起度过夜晚？艾琳低下头，因为我不确定那些话的具体含义，到底是意味着整晚都在解剖尸体，还是意味着整晚都在参加宴会？我想应该是这两者之一。我不太擅长解读别人的意图。卡西斯听完这番话，整个人愣在原地。艾琳抱着书，而且我们之前的确在很近的距离共度了一晚，不是吗？卡西斯显得有些慌乱。我们有吗？什么时候？他神情变得严肃。无论外界有多少关于我是皇家浪荡子的传闻，我也没卑劣到记不住和谁共度过夜晚。为了不犯错，我甚至一直滴酒不沾。艾琳提醒道，在莱诺特的蒸汽火车上，虽然隔着一堵墙，但我们确实离得很近，我甚至能听到你翻来覆去的声音。卡西斯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吗？艾琳继续说道，我不知道普利切问的是哪一种，所以没法回答。卡西斯忍不住笑出声来，普利切医生的确有些好色，如果下次有人问同样的问题，直接说不就行了。卡西斯走向门口，通常情况下，共度良宵指的是男女之间的肉体关系。艾琳站在书架前，发出了困惑的疑问。卡西斯察觉到对方的困惑，若有所思地说道，看来我的措辞不够准确，我指的不是国家事务，而是指肉体上的结合。艾琳站在书架前，整个人僵住了，这个词汇像一道闪电击中了他的思绪。肉体结合这两个词在他的脑海中不断盘旋，让他感到一阵眩晕。卡西斯看着艾琳呆立的样子，发出一声轻笑，他打量着那一排排密密麻麻的书籍，疑惑地问道，这些书不是按标题排列的，也没有区分内科和外科。卡西斯伸指划过书籍，看起来既不是按身体部位分类，也不是按出版社分类的。卡西斯看着书架问道，你整理这些书的标准是什么？艾琳依然沉浸在刚才的冲击中，脑海里不断回想着肉体关系、身体结合这些词汇。卡西斯转过头喊道，艾琳小姐。艾琳猛地回过神，她看向卡西斯回答道，是尺寸和颜色。卡西斯有些意外，尺寸和颜色。艾琳解释道，看着整齐划一的样子，心情会更舒畅。卡西斯转回身看向书架，这些书既不是按字母顺序排列，主题也完全是乱的。他伸出手指点在书籍上，继续说道，如果你这样摆放，找书的时候难道不会很困难吗？艾琳看着他回应道，我知道每一本书的位置，所以那有什么关系？卡西斯沉默地看着书架。艾琳开口说道，医学典籍。他走向书架，准确地从一排厚重的书籍中抽出一本黑色封面的大书。卡西斯看着他手中的书，艾琳继续说道，胸膜炎与纵隔炎的鉴别。他又从另一处取出一本棕色封面的书籍，递到卡西斯面前。卡西斯发出一声感叹，艾琳再次伸手指向高处，治愈之书。他的指尖在书架边缘摸索，身体重心有些不稳。卡西斯说道，你是对的。他走上前，从后方稳稳地扶住了艾琳的身体，帮她稳住重心。艾琳愣住了。卡西斯从高处取下那本书，递到艾琳面前，说道，治愈之书。艾琳惊呼一声，身体僵住。她伸出手，指尖几乎要触碰到书架上的东西。我感觉我就要够到了。艾琳闭上眼睛，不，她在心中呐喊。卡西斯退后一步说道，天哪，我离得太近了，非常抱歉，艾琳小姐。艾琳急促地喘息着，转过身看向他。卡西斯注视着艾琳，心中暗自思忖，为什么她这么讨厌被触碰？卡西斯抵住下巴。与此同时，我发现自己很难停止对她的好奇。他看着艾琳的手，如果我将手指插进那纤细的指缝间，抚摸她的手背，他闭上眼睛，发出一声低吟，艾琳小姐，我听说过一个传闻，说你只要看一眼就能记住所有事情，这是真的吗？
艾琳站在书桌旁回应道：“那只是传闻，我无法通过看一眼就记住所有事。”卡西斯继续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我也听说你的优异成绩纯粹是努力的结果。他们说在宿舍里，你的房间总是最后一个熄灯的。”艾琳小姐，艾琳有些尴尬地心想：难道不是说我用黑魔法操纵了成绩吗？卡西斯笑了起来，遗憾的是，我还没听过那个传闻。总之，你对诺特有什么看法？这里的气温比塞拉皮亚要低，塞拉皮亚已经是盛夏，但这里感觉才刚入春。他轻笑出声。艾琳看着他，心中满是疑惑：殿下为什么经常笑？我想知道是什么在牵动他的情绪。他低头看向自己的脚尖，因为我被困住了，就像被绑在一个地方一样。作为殿下的主治医生，我应该做些什么？卡西斯沉默片刻，随后坐到了书桌边缘。艾琳盯着他的动作，他的身体触碰到了桌子。他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心中暗自盘算：殿下虽然不是枪长动物，但他离开后，我还是得把桌子擦干净。卡西斯清了清嗓子问道：“你不是对我的病很感兴趣吗？难道这不是你跟随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吗？”艾琳平静地回应道：“你对了一半，也错了一半。”卡西斯追问道：“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？”艾琳直视着他的眼睛说道：“我选择来到诺特，决定性因素确实是殿下的遗传病，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。”卡西斯重复着他的话：“是决定性因素，但不是唯一的。”他陷入了沉思，他为什么能如此冷淡而从容地看待这件事？他陷入了回忆，不仅是我的家人，甚至连我的医生们也总是如此。他们只用那个或者那种病来指代他，因为他们总是小心翼翼，甚至不敢创造任何可能提及他的场合。所以我只能微笑，假装自己很好。我不想被怜悯，也不想被看作是一个只等死期的可怜虫。他握紧了拳头。没错，正是因为那些反应，我才来到了诺特。门外传来敲门声，艾琳转过头看向门口。卡西斯开口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哈维尔走进房间汇报：“我听说阿尔瓦士兵昨晚挑衅了我们。”卡西斯问道：“他们的人数呢？”哈维尔回应道：“和往常差不多，但由于是午夜突袭，我方的损失似乎相当严重。”艾琳低声重复道：“突袭。”卡西斯走向艾琳说道：“看来这段时间你不会有太多事要做了。”艾琳医生，他露出一丝微笑，继续说道：“我必须前往边境，所以这段时间你就留在城堡里，随你便吧。阿道夫会协助你的。”那么就这样吧。艾琳看着他的背影说道：“我和你一起去。”卡西斯停下脚步：“你说你要一起去？”艾琳看向卡西斯说道：“是的，我是殿下的主治医生，所以这很自然。战场是一个极易发生紧急情况的地方。”卡西斯沉默片刻：“没有那个必要。你不是说过你讨厌人多的地方吗？”艾琳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不是为了去治疗士兵，我之所以要去，是因为担心殿下可能会出事。如果你受伤了，你会需要一名医生进行紧急处理，这难道不就是你雇佣我的原因吗？”卡西斯看着他：“确实如此，但为什么我感觉如此抗拒？”他开口说道：“那里靠近战场，旅途会很艰难。营地虽然在后方，但正如你刚才听到的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袭击，所以即使在那里，你也不会安全。”艾琳直视着他说道：“我以为我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，而不是社交界的一朵花。”卡西斯注视着艾琳，他很清楚艾琳是他的医生，但他心中的那份抗拒感却挥之不去。那个地方是生与死仅有一线之隔的战场。他看着艾琳问道：“你难道不讨厌死亡吗？”艾琳愣住了，陷入了沉默。艾琳看着他说道：“我不会死，我以前告诉过你，我想长寿的活下去。”艾琳与卡西斯并肩走在黄昏的街道上，所以我也会竭尽全力生存下去。艾琳抓紧了衣角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绝不会死。卡西斯看着他问道：“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想那样活着？”艾琳沉默不语。卡西斯注视着艾琳的背影，当他和家人在一起时，他就像油和水一样无法融合；而在医学院，他又被称作完全不同的存在。我本以为他会希望每一天都快点结束，所以为什么？卡西斯看着自己的手掌，如果我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，这段乏味的人生是否会变得容易忍受一些？他看向艾琳说道：“好吧，事情紧急，我计划在1小时后出发，我会在日落时分到达，所以你明天早上再单独出发也可以，不要勉强自己。”卡西斯转身走向门口，艾琳看着他的背影说道：“不，我和你一起去。”卡西斯停下脚步回应道：“很好，准备好后就到主楼前集合。”艾琳应道：“好的。”卡西斯问道：“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”普利切医生。普利切清了清嗓子说道：“当然是为了协助殿下。”卡西斯看着普利切：“你？”普利切闭上双眼，双手合十，为一名断了腿的士兵祈祷。普利切清了清嗓子说道：“如果我这位首席医生不协助殿下，还有谁能胜任呢？殿下正前往危险的战场，我不能把他的安全交到一个新手医生手里。”艾琳站在一旁，斜眼看向普利切。卡西斯翻身上马，心中暗自发笑。他平时总是躲着不肯动弹，看来伊琳小姐的到来让他感到焦虑了。不过他之前确实过得太安逸了。阿道夫站在马下叮嘱道：“请务必小心，大公殿下，您绝对不能去任何危险的地方，请多为国王陛下考虑。”卡西斯骑在马上，准备出发。卡西斯在马上微微点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阿道夫看向随行的军官说道：“殿下的安危就拜托各位了。”卡西斯抓紧缰绳：“那么出发吧。”马队缓缓穿过城堡的吊桥，向着远方行进。阿道夫站在台阶上，看着远去的队伍，希望不要出什么事。胡安娜安慰道：“别担心，殿下每次都能平安归来，而且艾琳医生今天也随行，所以这次殿下也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”艾琳坐在颠簸的马车里，米娅问道：“你不害怕吗？”艾琳医生。米娅低下头，战斗只发生在边境，因为城堡离得很远，我从未亲眼见过战斗，
所以战争听起来总是像另一个国家的故事。但现在我们真的要前往战场了。马车驶过街道，路边聚集的人群挥舞着双手，大声欢呼：“德沃王国万岁！”这次也要让那些阿尔瓦混蛋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。米娅看着窗外欢呼的人群，继续说道：“当我像那些人一样看着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，但现在情况反转了，我感觉很奇怪。”艾琳看着他回应道：“现在还不算太晚，你可以回去。你只是因为我才跟来的，我会告诉马车夫。”米娅愣住了。艾琳医生。艾琳看着眼前的米娅，心中暗自庆幸，幸好我戴着手套。米娅突然抓住了艾琳的手。艾琳看着被握住的手，我本不想将米娅归类为腔肠动物，但如果她这么突然的抓住我的手，我可能得重新考虑一下了。米娅低下头道歉：“是我的错，请原谅我。”艾琳有些困惑，她为什么要道歉？难道她看穿了我的心思，是因为她不想被当成腔肠动物吗？米娅带着哭腔解释道：“我刚才那样说，并不是为了责怪你，医生，我只是太紧张了。我现在真的不再害怕了，所以请不要让我回去。对不起，艾琳医生。”艾琳看着米娅，心中泛起一丝波澜。坦白说，我对米娅的感觉更接近于好感，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罕见的。所以，我曾想过给她起个绰号叫胡萝卜，因为那是我继红薯之后最喜欢的蔬菜，但我却把它弄哭了。艾琳看着窗外，陷入了自我怀疑。难道我真的像那位优雅小姐说的那样，已经无药可救了吗？如果大公殿下在这里，他一定会缓和这种气氛吧。我应该假装睡着，没错，就这样办吧。